重回1983，为了拯救未婚妻，我带上好兄弟猎杀黑瞎子。三哥，黑瞎子就在不远的老福松边上，咱咋整啊？咋整？硬整！妈的，有枪就好了。这黑瞎子不是一般的懒啊！过冬的仓子都找得这么随意，准备好，待会黑瞎子一冒头就卡他脖子。那三哥，我用这个，你用啥？我用这个就行。唐山抄起斧子就要上去给他来个当头一斧，可是看到那个有半人大小的熊头，唐山发出一声尖利的怪叫。操，不是黑瞎子，是人熊。棕熊体型是普通黑瞎子的2倍大，体重轻松突破1000斤。棕熊从洞中一跃而出，硕大的熊掌直接向唐山拍了过来。芭比 Q， 这下完犊子了。哥，赶紧逃命吧！1000多斤重的大棕熊也跟着跃进，怒吼着向他们冲来。三哥，快装死啊！熊不吃死物的。我尼玛，这可是一头冬眠了3、4个月的黑棕熊，100多斤软嫩弹滑的尸体，顶多吃个3分饱。嘿！本来奔着杜立秋去的棕熊挨了这一斧子，立刻嘶吼着转身人力而起，向唐山扑了过来。唐山捡起一根削尖的松木杆向地上一顶，熊这玩意愤怒之下就是一根筋，碰到与自己较劲的，立刻愤怒地嘶吼着向前狠狠地一冲，胳膊粗的松木杆瞬间压弯。山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但我感觉咱要冻死了，快点挖雪窝，点火。然而一阵寒风袭来，两人身上又冷又湿，像针扎一样的剧痛。很快，两人便冻得完全失去了知觉。哪家的后生这么生猛，带把斧子就敢来蹲仓猎熊？蜗牛村唐山杜立秋，小唐家的小儿子，老八头家的傻小子，胆真特么的肥。大爷，你哪家的？上东村秦野哪个野？秦大棒子啊，秦大秦野啊！妈的，老子一辈子巡山打猎没出头，倒是这根大棒子四海皆知了。哪个男人不想有秦野你这根大棒子啊？多大的棒子有个卵用，连个一儿半女都没有。棒子大也是个罪了，又烤好了，赶紧吃点热乎的，要不然你俩撑不到衣服烤干就死瘪咕了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几串熊肉吃下去，刚刚还冻得哆嗦乱颤的两人，脑瓜顶都开始冒汗了，顿时就活了过来。连枪都没有就敢猎人熊，真是小年轻见阎王，不知死活啊！说着，老秦棒子便上前，将这头足有700-800斤重的大棕熊扒皮分尸，而唐山却一直向他腰间的袋子望去。这是个好胆，熊怒胆生，比铜胆还好，少了500块别出手，别卖瞎了。我不卖，我给媳妇治眼睛。大棕熊卸了4掌，去皮剔骨留肉，也足有500多斤。老秦棒子割了熊鼻子熊舌头，这个亏我也得给老婆子治病。秦爷，您别说笑话了行不？哪用得上您就留哪，我绝无二话。那这熊胆也归我？那不行，给媳妇治病呢。到底是小唐家的崽子，知道疼老婆的人都坏不到哪儿去。皮给我，你们不会收拾；肉给我100斤，没问题吧？杜立秋的脖子一梗，刚要说话，唐山便狠狠地踹了一脚。秦爷没毛病，到底是小唐教出来的崽子，够大气呀！可惜你爹那条腿。身为儿女还是大孝子，我爸也是没办法。谈笑间，三人一起把半冻的熊肉搬上爬犁后，慢慢地向村中走去，一直到了村口才分开。老秦棒子一走，杜立秋立刻不忿道：“三哥，这熊是咱俩弄死的，凭啥分了他那老多？因为这是规矩啊！深山老林笑脸迎人懂分享，肯定没错。吃独食是大忌。”随后，唐山又把熊肉塞了满满一大筐。立秋，熊胆熊掌我有用，就留下了。肉多分你些，分我那些干啥？这些肉拿回去，老鸡巴瞪屁眼死还不乐开了花？与杜立秋分别后，唐山拖着200多斤的熊肉回了家，着实把家里人吓了一跳。小妹和小弟盯着肥硕红润的熊肉，眼睛都放出光来了。父亲唐大山闷不吭声，倒是母亲李淑华抄起线板子就往唐山身上招呼：“敢请你跑出去3天，就为了这个？这得多大一只熊？你要是死了可怎么办啊？”这不是没死吗？家里总得有点忧心。妈，别打了呀！见儿子这么说，李淑华这才松了手。二哥，咱晚上能吃肉哈？看着眼前的二人，上一世唐树唐丽都被自己耽误了，才碌碌无为了一辈子。唐山虽然心中酸涩，但脸上的笑意却很浓。小妹，来，让哥亲一口。小弟，过来，让哥揉个脑袋。今晚吃肉，以后想吃啥就给哥说，哥去给你们弄。二哥，真的吗？真的，比珍珠还真。一家人吃过饭后，第二天醒来已是日上3竿。唐山揣着熊胆，用爬犁拽了100多斤熊肉，径直去了林秀儿家。林秀儿是唐山前世没过门的妻子，
前世因为一场高烧，唐山和林秀儿一分两段。后来林秀儿嫁人没多久，眼睛就瞎了，男人又是个大酒包，喝多了就打她，瞎了眼。又生了闺女，底气不足，没几年就把自己吊死在了树上，而这也成了唐山一生中的痛。没有200块，你别想娶我姐。小兔崽子，滚一边子去！哈儿啊，这事儿是有原因的。我知道林叔的病包在我身上，这熊胆拿给老药帮子配药，给我媳妇治眼睛，足有2拳大小，色泽金黄的熊胆塞到张秀春的手上，顿时就傻了。这东西卖到镇上，至少也得200-300块吧？神，你家还有个野猪肚吧？有，你要吃呀？我给你做。我拿去送人。听说要送人，张秀春赶紧又拿了个布兜子给装好。唐山这小伙子，他是越看越喜欢，要不是家里没办法了，哪个舍得用彩礼逼迫人？就在这时，唐山一把将坐在一旁的林秀儿直接提了起来，死死地盯着他那双红肿的眼睛。秀儿，什么都不是问题，只要你嫁我，成不？啊，成吧。你说成，那就成。别人不重要，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不好使。就在这时，弟弟唐树急急忙忙从外面跑了进来。二哥，咱奶来了，要把家里的肉都带走。自行车上堆了那老高，你藏起来的熊掌也被他装走了，他还要找你要熊胆。你躲什么？我就摸了摸腰，又没摸别的地方。你别摸了，摸得我难受。哪难受？让哥哥亲一亲。重回1983，我带上好兄弟猎人熊，用熊胆给媳妇治眼睛，怎料家中老太却盯上我的熊肉。二哥，咱奶来了，要把家里的肉都带走。自行车上堆了那老高，你藏起来的熊掌也被他装走了，他还要找你要熊胆呢。张秀春一听，脸上立刻显露出为难的神情，转身要去把熊胆还给唐山。唐山赶紧拉住了他，冷笑道：上辈子这个极品奶奶人见人怕，十足的老泼妇，可现在嘛，这极品老太太怕是不知道什么叫放下个人素质，享受缺的人生。唐山脸上的狰笑把张秀春吓坏了，赶紧止住唐山说：哈儿啊，那可是你奶奶。今天老子要是不把这老太太搞得服服帖帖，以后秀儿跟我指不定受多少委屈呢。唐山说着捧着林秀儿的小脸认真的说：秀儿，我保证以后你跟了我一点缺儿都不受，咱俩这辈子平平安安的，不吵不闹的过一辈子。唐山说完转身大步就走，林秀儿当时腿就软了，在这个年代还有比这暖的情话吗？二哥，你真牛逼！唐山一溜烟的到了家，老太太看到唐山回来，立刻上前叫道：你个糟温的，那老贵的熊胆也舍得送个赔钱货，拿来，给我拿来！唐山翻了一个白眼没理他，一脚将自行车踹翻。你不是跟我大爷过吗？你不是放话了，这辈子踏进我家，你就是狗娘养的吗？你是奶，我不跟你计较这个愣嗓子的话。来家了，好吃好喝招待你，想搬东西门都没有。你个小逼崽子，长能耐了是吧？我还真就长能耐了，挑门立户，关门过日子，一家老小我养得活，供得起，这就是能耐。老太太你放心，我家这辈子就算要饭也要不到你家门口去。唐山越说越气，若不是老太太太做，自己家也不至于毁成这般模样。老太太，你给我记住了，你今天做的孽都是你明天结的果，你会死在屎尿堆里。听见这话，老太太当时就怒了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开始又哭又叫。唐山却哈哈一笑，从家里拿出铜盆，又抄起了擀面杖，咣咣的敲着铜盆，顿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咣咣那个一咣咣，左邻右舍瞧一瞧，传一传那个讲一讲。老唐家这点破事，听我说个端详。大爷，这小子刚练了头熊，这又开始打快板了。这要是再唱个2人转，那不是更热闹了？咣咣那个一咣咣，老唐家老太太心眼上长了个疮，大儿子好的像个娶了7仙女的放牛郎，可怜小儿子就像没了个爹娘，考了个好学不让上，是紧顾着给大儿子娶婆娘，这都不算个什么事，是后来才叫个遭了殃。唐山边敲着铜盆，像跳大神似的，一边跳一边叫。唐大山等人都没脸看，但是唐山不在乎。唐山把爹妈还有他们受的委屈一口气全唱了出来，听得四周的村民一个劲的叫好。老太太气得起身要撕扯他，可是哪抵得过小伙腿脚利索，唐山一个虎跳躲过老太太的扑打，结果老太太一头扎在地上，拍着雪地大叫着孙子打奶奶，大不孝。唐山根本不理会老太太坐地哭嚎，我还能跟着你的节奏走了，要砍当然砍你的心头肉啊。随后唐山向人堆外头一指，伴随着所有人的目光，一对中年男女的脸瞬间就变了。咣咣那个一咣咣，我亲爱的大爷大娘，你们好好想一想，要不要我去你们单位门口唱一唱？计划经济国企时代，大家生活在一个小圈子里，多少还要点脸，碰到唐山这种豁出去不要脸的，任你泼成啥样，今天也要低头服软。唐大林两口子脸都绿了，推着自行车转身就走。老太太跳起来还要撕扯唐山，奶，你信不信我到林业局门口再唱这么一出，你宝贝大孙子的工作立马就得黄。老太太当时就被镇住了，大孙子可是心头肉，费劲巴力花了不少钱才找了一个烧锅炉的工作，真要是工作黄了，对象也黄了。老太太恨恨地推起了自行车，
灰溜溜的回家了。就在这时，人堆后面突然寂静了起来。林秀儿搀着林满仓，旁边一脸阴沉的张秀春，一家4口穿过人群走到了老唐家一家跟前。唐根，俺家等了这么长时间，也不见你上门去谈婚事，我这等不及就来了。别看清了俺们一家，只要孩儿乐意，咱还能说啥？走，进屋喝酒，咱在惊蛰前定个日子呗。进屋后，唐山看着缩在林满仓身后的林秀儿，那羞得俏脸通红的样子，心里痒得难受扒拉的。唐山听着日子都要定了，立刻上前一步说道：爸妈叔婶子，不如明年正月挑个好日子吧，也不差这1年了，给我1年时间把家里捋顺了，再赚些钱，在我家后头再起个房子，趁着你们身体还好，我们过几年2人世界。唐山说着，当着一众人的面直接就把林秀儿拽了出来。林秀儿慌乱的扭头看着自己的爹妈，却被唐山十分强硬的半抱着拖了出去。张秀春笑的眼睛都要睁不开了，不在一块住，没有婆媳矛盾，对自家闺女来说可是好日子啊。李淑华的脸色却有些不太好看了，自己这个婆婆还没等拿捏呢，就先被儿子当头给了一棒子。这是媳妇儿还没过门，就先踹了爹娘。林秀儿被唐山拉着钻进了仓房，羞涩的敲打了一下唐山的胸口，说：这还没结婚，你就惦记着要分家，让人家怎么看我？可拉倒吧，住着前后院，哪里有什么分不分家的说法？我爸妈亲手立脚的，也用不着咱在身前晃荡。什么时候动不了了，才是咱显孝心的时候。林秀儿听着唐山的话，心里甜甜的。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一只爪子已经钻到了他的花袄里，摸着他细嫩的腰身。林秀儿羞得俏脸通红，想挣扎却又被唐山抱得紧紧的。你躲什么？我就摸了摸腰，又没摸别的地方。你别摸了，摸得我难受。哪难受？让哥哥亲一亲。家里熊肉多，炖上一大锅，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吃过饭后，第2天，唐山用爬犁拽了50斤熊肉，4个熊掌，还有1个野猪肚，一路向5公里外的镇上走去。往后能不能吃香的喝辣的，就看这一趟了。男人将50斤熊肉、4只熊掌，还有从丈母娘家拿来的野猪肚一起装上爬犁后往镇上走。他不是拿去卖，而是要去换一把枪。往后能不能吃香的喝辣的，就看这一趟了。呀，唐山，你咋来了呢？董老师知道你胃不好，弄了一个野猪肚，喂干了冲水喝，可以养胃。前几天猎了一只人熊，这熊掌自己吃了白瞎了，我姨父应该能用得上。董婉华是唐山的中学老师，而她老公正是林业公安局的领导。妈呀，你这孩子跑山里猎熊去了，伤着了没有？赶紧进屋坐。老胡，赶紧出来，我学生还惦记你呢。就在这时，一个中年男人从卧室走了出来，向唐山点了点头。看到唐山放在地上的4个熊掌，有些动容。来就来，拿什么东西？吃了吗？还没呢，到老师家里不蹭顿饭，回去丢人。你个臭小子，滚去吃饭！唐山也不客气，正是能吃能喝的年纪，不一会儿饭菜就溜了个干净。混小子，送这么重的礼，肯定没憋什么好屁，赶紧说，我一会要上班去了，出了这个门，说啥也不好使了。姨父，你看，为了猎这只熊，小命差点没了。唐山说着，拽着衣服晾了晾伤。谁都知道熊胆熊掌值钱，可是这玩意要拿命拼的。你吃饱了撑的去聊刺这玩意，这样吧，我跟朋友打个招呼，你先进护林队干着，钱不多也够用了。姨父，护林队的名额金贵着呢，我就别让你为难了。那你想干啥？坐办公室啊？姨父，给搞支枪呗。听唐山这么一说，老胡顿时松了口气，这可比安排工作容易太多了。但这年头搞支枪容易，可问题是真出了事，打死了人，那可是要担责任的。老胡正犹豫的时候，董婉华从里屋出来了。老胡，给他整一个吧，这孩子打小就稳的，不会拿枪惹事的。老师，姨父，我向你们保证，我保反敢拿枪指人，让我出不了老林子。你这孩子净胡说。老胡叹了口气，拎了2个熊掌，瞪了唐山一眼。你跟我走。好嘞。来到林业公安局，老胡拎着熊掌直奔局长办公室。没一会他就下来了，只是熊掌没了。随后带着唐山到了后面的仓库。唐山一进门，眼睛顿时亮了，各种各样什么枪都有。最吸引唐山的就是最具有标志性的81式步枪。姨父，这支就这支。去你丫的，这枪刚调过来还不到1个星期，有测试任务呢，给你了我得掉脑袋。姨父，这支也行啊。你想屁吃吧，你把民族改了，我能走程序给你1支，你要借用个3、5天也行。那堆破烂里挑一挑吧，说不定哪天就销毁了。唐山随着手指的方向一看，还真是一堆破烂，莫辛内干、38大盖、汉阳造，连老套筒都有。唐山在破烂堆里挑挑拣拣，半个小时才捡出2支步枪来，一支苏制的莫辛耐干，一支38大盖。你还是别选38大盖了，6.5的子弹不好找。说着，老胡又给了唐山2盒子弹，正往出走呢，唐山又停下了脚步。姨父，1个也是改，2个也是放，
这只也给我呗。这小子得寸进尺，看不出个眉眼高低呀。送了几个熊爪子，我特么整挺机枪给你呗。老胡阴沉着脸，刚要训唐山几句，不过当他指的是一支工字牌气枪，顿时松了口气，直接摆了摆手，拿走吧。不过我警告你呀，不许用枪指人。姨父，我说话算话，绝不拿枪指人。仅只要你不拿枪指人，有事提我。有了好东西记得给我送点。唐山顿时大喜，别看老胡只是林业公安局的一个小科长，却是真正的地头蛇，手上的权力不大，但是管辖范围不比小一点的省小。姨父你放心，保证不给你惹麻烦。唐山一走，老胡顿时一脸意气风发，一队熊掌送出去，原本还有些难的复职转正，已经是板上钉钉了。唐山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始拆枪，涂熊油保养。隔天一早便找到杜立秋进山打猎，试试枪的威力。深山老林里各种各样的猎物很多，但只有经验丰富的猎人才能找到猎物。唐山就是个半吊子，杜立秋就是个骡马。两人在老林子里转了2天，除了看到了几只野鸡之外，连只雪兔都没找到。三哥，咱俩这么晃荡也不行啊！要是有条猎狗就好了，你连枪都能搞到，再找森警搞条狼狗呗，牵着进山多霸道啊！唐山只能报以苦笑。狼狗是狼狗，猎狗是猎狗，它就不是一种狗。就在这时，一阵隐隐的狗叫声传来，唐山和杜立秋对视一眼后，赶紧拨腿向声音的方向跑去。只见一只大黄狗被一头300多斤的野珍珠直接挑飞，还没等大黄狗爬起来，野猪直接冲上去连撕带扯，直接将大黄狗撕扯得肠穿肚烂。两个年轻人，其中一人端着一把小口径，一枪下去，子弹嵌在猪皮中，野猪屁事没有，掉头就向这2个人冲了上去。一人拎着斧子抡斧向野猪当头劈去，结果一斧子劈了个空，反倒被野猪挑飞了出去。另一人来不及上膛，怪叫着扔了枪，杀了一条狗。见了血的野猪凶性大发，绷着一根筋，追着2人撕咬。唐山兴奋地架起莫辛耐干，拉栓上膛，趁着人猪拉开了距离，瞄着那只大野猪，砰的就是一枪，相距不过30多米，这一枪却打飞了，但是一声枪响，却把一根筋的大野猪惊醒了，顾不上再追杀2人，撒腿就跑。砰！又是一枪，子弹刚好打在野猪的脖子上，7.62毫米的步枪弹在野猪脖子上爆起一团血花，颈骨都打碎了大半，野猪一头扎在雪地里不动弹了。卧槽，还得是枪啊，痛快，真痛快！上集说到，唐山用50斤熊肉、4只熊掌换了一把莫辛纳甘、一支38大盖和工字牌气枪后，带着杜立秋就进山打猎去了。卧槽，还得是枪啊，痛快，真痛快！说着，杜立秋就跑到野猪旁边，却被人一脚踹翻在地上。这是我们打的野猪。此时唐山也认出来眼前的2人，正是村里的王老七和李自新。这俩都不是啥好人，平时欺负别人也就算了，现在李自新居然一脚把杜立秋踹了个定蹲。杜立秋可是出了名的缺心眼，比泡卵子还要一根筋。杜立秋爬起来，一头撞进李自新的怀里，抱着他的腰就将他举了起来，轰的一声摔到雪地里，抡拳就打。你个傻秋，找死是不是？见同伴被揍，王老七直接就举起小口径对准了杜立秋的脑袋，而唐山拉了一下枪栓，空弹壳从枪膛里跳了出来，掉到雪地上，一脸淡然的看着王老七。王老七看看自己手上的小口径，跟唐山手上的水帘珠比起来，就是个小杂炮。看你那傻叉样，还你们打的野猪，要不是山哥开了枪，你俩早就喂了野猪了。此时李自新跳起来还要打，却被王老七拦住了。唐山，这次多亏了你，走，咱把猪拽回去，到我家喝酒去。唐山笑着拒绝后，拽着杜立秋转身就走。如果记忆没出错的话，明年王老七在镇上把一个小姑娘强行睡了，李自新给忘的风，王老七被判了死刑不说，而李自新连味儿都没尝着，都被判了个无期。跟他们走太近，都是蹲一辈子扒梨子的命。唐山和杜立秋还没到家，就碰到了从上东村回来的老范。范爷，唐山，钱大棒让我给你捎个话，有功夫过去一趟。唐山应了一声后，回家把枪藏到床底下。老妈见他2手空空的回来，狠狠地剜了他一眼，但脸色却有点喜气洋洋的。唐山吃打猎这碗饭，老妈李淑华其实是反对的。小年轻脾气犟，不撞南墙不回头，搞了枪回来还不是空着爪子回来了，再撞几回南墙就消停了。这几天别往外跑了，我听说生产队马上就要开始分地分牛马了，还是按人头分，要抓验的。你帮我抓得了？我妈手气旺，咱把那匹枣红马抓回来，正好我进山的时候能骑马拖爬犁。我抓你奶奶个腿的马，我抓头大牦牛回来，我看你急个屁！李淑华话还没说完，唐山就已经不见人影了，一看去的方向就知道是奔着林秀儿家去了。水灵灵的小白菜拱没拱着不知道，自家白白胖胖的猪好像要丢啊！另一边，唐山毫不客气的就进了林家的门，进屋看见林秀儿正在扫炕。林秀儿一看唐山来了，吓得抱着扫帚缩到了炕梢。唐山笑嘻嘻的到了炕边上，伸手抓住了林秀儿的一只小脚。唐山，你别这样，太过分了。咱俩马上就是2口子了，有啥好过分的？来，我看看你的眼睛，消肿了呢。
这戴眼镜更好看了呢。唐山的手搂着林秀儿的腰，林秀儿的脸腾腾的变红了，因为唐山一手抓着她的脚，另一只手已经灵活的钻进了花袄里，摸到了她嫩生生的细腰上。你不许再，只能摸后背。林秀儿羞得缩成了一团，紧紧的夹着双腿，双手死死的护着胸。这辈子我不会再把你弄丢了。秀儿，我妈来了，你快起开。张秀春一进屋，看见唐山，又看了看自家闺女的脸色，就知道没啥好事。婶回来了，我叔呢？在老姚帮子那配药呢。孩儿啊，吃饭没呢？嘞，我妈不给我做饭啊。我要是你妈，我也不给你做。孩儿啊，要不婶，咱家吃啥好吃的？炒个土豆丝吧。行，我爱吃。吃过饭后，趁着时间还早，唐山去趟上东村秦大棒子家。一到秦大棒子家，一只条纹丑狗就死死地盯着唐山的裆部。秦爷，管好你家狗啊，这狗要掏我下边啊。秦大棒嘘了一声，那条丑狗这才摇着尾巴呲着牙，倒退着缩回了窝里。唐儿啊，打算巡山了。呐，这不趁着这个机会跟秦爷请教一下。有啥好请教的？对这山啊，静一点，松一点，活着比啥都好。咱不是还有枪吗？有枪能咋地？冲着林子空放啊，你得能找得到啊。就算你一天打10头黑瞎子，你在老林子里，你得能走得出来吧？秦大棒子好为人师，一边喝酒一边跟唐山说着寻找猎物的技巧，也确实让唐山大开眼界。此前蹲仓完全就是运气啊，而且运气还只有一半。要不是秦大棒子也盯上了那个仓，他和杜立秋全都冻别而孤了。没有狗的猎人，再好也是半吊子。你一个打算巡山的，就不想要？我家虎子有2绝，巡猎1绝，超当1绝。怪不得之前被这条狗盯着的时候，一个劲的淡紧呢。说着，秦大棒领着唐山出了屋，虎子立刻围了上来打转。一会你喂它，然后先走吧。吃巡山这碗饭，对狗不会差的。呵呵，这狗挺丑的啊。你懂个锤子，这是虎斑犬。哥早年乾隆爷围猎的时候，身边的头犬就是虎斑。这么忙？多少人要买虎子，价出到2000，老子眼皮子都不夹他一下。你要出多少钱啊？2000。唐山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，这年头的2000块，他就不是钱的事儿。跟我3年了，现在都喂不饱了，总不能驱着他，对他好点就行了。秦大棒子有些忧伤，进屋取了狗食盆，烫过苞米面，捣碎的土豆子，加了开水搅得稀乎乎的，亲手将狗食盆递给唐山，又拍拍狗头。虎斑犬吃食很痛快，吃完时，秦大棒亲手套上脖绳，又亲手递给唐山。爷，真给我了？快走快走，晚一步我就后悔了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唐山是被秦大棒踹出来的，看得出来他的心情很不好。狗离家不舍，呜呜的叫唤着，叫得让人心酸。1步3回头，一直看不到村子了。虎斑狗这才在唐山的呼喝下，拽着他出溜着往家走。二哥，你哪牵的狗？别人给的。长地咋这么可逞呢？滚一边去，你知道个球。30多斤的虎斑犬对战500多斤的野猪，却丝毫不占下风，只因这狗子有一绝，那就是掏裆。虎子带着2男人进山打猎，还没等进老林子，便发出的低吼声。有货哎！唐山撒开虎子，虎子立刻在前头狂奔了起来，2人在后面追了上去。山坡底下，4只野猪正在一片巷子林里欢快地吃着落地的橡子。唐山趴在雪地上，慢慢地向猪群靠近，离得越近，成功率就越高。虎子也半趴在地上，跟着他们一点点地爬。这狗秦爷训得好啊！就在这时，领头的一头母猪突然抬起头，警惕地向唐山这边观望着。唐山当机立断，瞄着离自己最近的一只50-60斤半大子野猪，砰的就是一枪，枪声一响，猪群顿时炸了，四散而逃。唐山喝了一声，虎子嗖的一下窜了出去，直奔那只差不多300来斤的母猪，一口刀在野猪的后腿腋窝处。母猪嘶吼着窜了起来，蹄子乱蹬，一蹬子把虎子踹开，后腿被撕下好大一块皮来。虎子这一口下去，虽然没放翻野猪，但也让他原地打了个滚停了下来。唐山拉栓上膛，砰的又是一枪，爬起来刚要跑的母猪脑门处蹦起一溜血线，一个跟头又摔在地上，然后摇晃着爬了起来又要跑。虎子翻身窜起，吭哧一口叼在野猪的后裆处。哎呦我操，这个掏人家屁眼子！母猪凄厉的惨叫着，蹦跳着原地转圈，突然一下把虎子甩开，撒腿就向唐山和杜立秋奔了过来。我操！唐山惊呼了一声，赶紧拉栓上膛。栓动步枪拉栓上膛怎么也要2秒钟，而野猪狂奔起来，20米的距离转瞬即至。唐山刚刚把栓拉开，300来斤黑乎乎的大野猪就撞到了跟前。老子的枪啊，可别摔坏喽！三哥，你特么不会掐人中啊？掐人中哪有打耳光来的疼啊？老鸡巴灯打我嘴巴的时候就特别疼。滚一边子去！狗呢？猪呢？在那边呢。唐山起身蹦了蹦，还好血厚，胳膊腿没毛病，又连忙捡起枪看了看，
好在枪也没坏。而50米开外，母猪躺在地上，时不时的抽抽腿。胡子一嘴是血的迎了上来，太惨了，确实够惨。母猪脑门上被子弹打出一条大豁口，骨头都快打穿了，而真正的致命伤却是后门，肛门被胡子捞穿了。还有一只呢，立秋，你把这只开膛放血，我去找另一只。那只小还有黄毛子，肉好吃。胡子在前面领路，循着血迹找出200多米远，才找到那只50-60斤的半大子野猪。这一枪从胳肢窝打了进去，在另一侧掏出个拳大的洞来，肺都打穿了。唐山赶紧开膛放血，晚了血淤住的话，不好吃也不值钱。唐山利落的开了膛，又割了一条肉喂狗。用秦爷的话说，这是带狗巡山打猎的规矩。一来，人家狗拼了老命出了力，不能亏了人家；二来，吃了肉才能记住猎物的美味，下次才会卖力的巡猎拼命。唐山简单的清理了一下，拖着野猪回来的时候，陆立秋也把这头猪收拾的差不多了。两人砍了些树枝做了个爬犁，拖着300来斤野猪往村里走。妈呀，小唐能耐呀，又打了2头野猪啊！范奶来的好不如来的巧，见面就得分一份，给我范爷下酒。唐山说着，卸了一条猪腿递给老范太太，而老范太太这一嗓子，围观的人上来不少，一个劲的啧啧称奇。这俩野猪可值不少钱呢。要说眼红的也有，但进山打猎是能耐，还真让人妒忌不起来。这可是人家拿命拼回来的。唐山拖着2头猪回来，唐大山一脸欣慰，而李淑华却一半喜一半忧，拽过唐山，看着他腿上被猪牙撩破的裤子，还有腿上擦伤，眼泪都下来了。一家人忙活着退猪毛，分割猪肉，有了收获，关系好的几家还要送一些。董老师家自然得走动，除了感谢老胡给自己搞了枪之外，倒也不图人家啥，关系是越走越近的。收拾完野猪后，唐山又去生产队借回来一辆驴车，把大部分野猪肉都装上驴车，鞭子一挥，坐着驴车就往镇上赶去。到了镇上正是晌午饭点，唐山提着野猪肉直奔董老师家。你特么就是赶饭点来的吧？可不，董老师家饭香。唐山说着又把猪头焖子递了过去，这个正好下酒。你这个小子收获不小啊！老胡瞥了一眼袋子里20多斤的野猪肉、猪排、猪肋条，还有一大一小2个厚肘子。这小子有心了。唐山也不客气，上桌吃饭，陪老胡还喝了2两。唐山就是故意赶饭点来的，人嘛，有的时候要没脸没皮往上贴。人家一个是老师，一个是林业公安的领导，家里或许不缺这点东西，但是我不缺可以，但你不能不送。唐山两世为人，这点人情世故要是搞不明白，撒泡尿溺死得了。老胡听唐山要去供销社卖野猪肉，直接一摆手，大包大揽的说：“你可拉倒吧，供销社那帮逼黑着呢，能给你5毛1斤就不错了。老黄年前开了个饭店，送他呢，少了6毛我给你补。那感情好，我得干一个。”唐山说着，一口将杯里剩下的酒干掉了。酒足饭饱后，老胡领着唐山牵着毛驴车到了林业局后身的一个院子。黄胖子听老胡一说，顿时一拍大腿：“这可太好了，正愁着被不着货呢。哎呀，这可都是好肉啊！6毛5，兄弟，这价诚心不？”供销社猪肉9毛，唐山带来的野猪肉可是没去皮没去骨的，给6毛5确实是良心价了。290斤，给你算300斤得了，给200块钱。20张大团结到手，沉甸甸的直压手。上辈子唐山不是没见过钱，但是83年的200块可算是一笔巨款了。黄胖子拉着唐山，一脸热情洋溢，还塞给他2包阿诗玛，这可是好烟。兄弟，有啥好东西尽管往我这送，保证价格让你满意。野鸡血兔什么的有多少要多少。听说你猎了头熊，这熊胆放心，保证比供销社给的高。你到县里也找不到比我更好的价。行，黄哥，以后有好货绝对找你。唐山揣着钱跟着老胡出来的时候，把烟塞给了老胡。老胡捏着烟，看着这19岁，明显有些青涩，却办事老道的小伙子，几番欲言又止。姨父，你肯定是有啥好事，有好事想着我呗。见老胡还在犹豫，姨父，有好事千万想着我，您的大恩大德，我来世衔草接还。我可去你丫的蛋吧，你还做牛做马呢？我寻思着这事儿有点危险，可别把你坑里面了。别呀，77伐区你知道不？知道，在沟里。前天采伐的时候，采出一只黑瞎子来。好家伙，黑瞎子还能采伐出来，这是伐了人家的仓子吧？可不，当场就拍死一个，还有一个人被做断了腿。晚上的时候又闯到了营帐棚区，好一通霍霍，民兵拿着枪追了一整天也没找着。林业局的领导放话了，一定要猎杀这个祸害，就没个悬赏什么的。悬赏跟你有个屁关系，就算给赏，那也是给少数民族的猎人，那多有面啊！人都请来了，就住在林业招待所。唐山顿时就急了，深山里的鄂伦春、鄂温克民族，那可是专业的游猎民族，一人一匹烈马，一人一杆枪，真把人家请来，还有自己什么事儿啊？
你还有时间？我还有什么时间啊？人家那么专业。来了俩，全喝多了。两人正说着话，一个小年轻推着自行车从他们身边走去。小王，干啥去啊？还不是那俩活爹，这特么的刚醒酒就叫着要酒喝，再不送去，招待所都要砸了。领导脑子是不是让黑瞎子给做了？怎么请了这俩活爹回来？我操的，两人一顿喝10瓶北大仓，这是要醉死在咱临门镇上啊！你哪来那些废话？让你送你就快点送。小年轻唉声叹气的推着自行车走了，唐山却笑了。这不，机会就来了吗？我估摸着没个3、5、7天的，这俩专业的猎人不会动地方。你要去的话，明天上午在路边等汽车队的车，他们带你进山。姨父你就放心吧，俩熊掌你收定的。去你丫的蛋！我是图你那俩熊。上集说到，唐山300斤野猪肉卖了200块钱后，又接主线任务，进77伐区猎杀黑瞎子。姨父你就放心吧，俩熊掌你收定了。去你丫的蛋！我图你那俩熊掌了。与老胡分别后，唐山又去供销社大采购了一通。回家的时候，李淑华看他的眼神就像刀一样，钱刚掏出来就被一把抢了过去。也别怪老妈贪财，实在是这年月的人真的没见过什么钱。妈，这钱你可不能全吞了，还有人家立秋一份呢。我跟老爸头算，毛头小子拿什么钱？全吃喝败货了。唐山找了杜立秋，把钱的事儿一说，杜立秋一拍大腿，那完了，进了老鸡巴登的手上，就是进了老虎嘴了，掏不出来了。我挣钱娶媳妇，你要钱干啥？我听说给严静买个发卡，就能搂着她亲嘴，还能摸摸咂儿。你可特么离老严家的姑娘远点吧，小心坏了名声，以后找不着媳妇。明天进山猎熊，你去不？去啊！这回咱俩藏点熊肉卖了，分我点钱，我要摸。你脑子里就剩这件事了是不是？唐山气得转身就走，可是他的脑子里也全是女人的渣儿。19岁的小伙子不想这点事儿还能想啥？唐山转身去了老林家，一进屋张秀春就把林秀儿盯得死死的，生怕一个看不着，这小子就要在结婚前把自家闺女给祸害了。唐山在老林家吃了晚饭，到底是没找到机会摸林秀儿的渣渣。隔天一早，唐山牵着胡子，带上杜立秋就往77伐区走去。是唐山不？是我姨父跟你说了。说了，拉你们去77伐区，快上来吧。车子沿着林业公路一直向北，一路扎进了深山里，不一会儿便来到了山脚一片空地上堆放着一堆堆的大原木。山坡的林子里，一个汉子牵着一头老黄牛，老黄牛拖着一个大爬犁，拖拽着2根原木，借着地势和冰雪将原木从山里转运出来。这个活就是附近农民冬天干的倒套子。二哥，你啥时候来的？前天就来了。小三，你来干啥？此人正是村里的王老二，与唐山家关系很好。这不是罚出个黑瞎子吗？我来看看。那你来晚了，老七和自新昨天就来了，这回已经带着狗进山找黑瞎子去了。这2个二逼，一把小口径，一只野猪就差点要了他们的命，狗都死了一条，居然还敢来照亮黑瞎子，这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的呀？二哥，你就不担心啊？老七猪腰子正，不知从哪又借了只5、6瓣，我哪说得了他？你俩还上山不？上啊！唐山和杜立秋上了爬犁，老黄牛晃晃悠悠的拖着爬犁，沿着山道向半山坡上爬去。茫茫园林当中，突兀的出现了一片帐篷，这些都是倒套子的农民们住的地方。唐山牵着狗和杜立秋一直向伐区深处走去，胡子这里嗅嗅，那里闻闻，一直漫无目的的搜寻着，直到沿着山谷走到太阳西斜，胡子叫了起来，然后撒腿向侧方跑去。唐山一震，赶紧招呼杜立秋跟上。砰砰砰，接连3声枪响在山谷中回荡着。唐山和杜立秋钻过一片树丛，就见王老七和李自新撒丫子狂奔，后头一只400多斤的大黑瞎子在猛追。看他胸前的白毛，这是一头暴躁的公熊。一条大青狗一个纵跃，挂到了黑瞎子的后颈处，啃着他的脑袋。黑瞎子一个抖身，把大青狗甩了下去。大青狗滚了2圈，嗖的一下窜上来，一口捞住了黑瞎子后腿的胯骨轴。我操，这狗牛逼啊！黑瞎子的爪子一捞，锋利的爪子勾着大青狗，将它甩到身前。王老七举住5、6瓣，砰砰的开着枪，结果几枪全都不出所料的落了空，而正前扑的大青狗一个踉跄，后腿爆血。这犊子没打中黑瞎子，倒是带来的狗挨了一枪。黑瞎子一巴掌拍住受伤的青狗，然后一屁股坐了下去。大青狗当场嗝屁，王老七枪里的子弹都打空了，还在那瞎扣扳机，一边勾一边嗷嗷的大叫。倒是那只大黑瞎子坐死了大青狗，被枪声所惊，掉头就跑。王老七看到唐山他们的时候，吓得嗷嗷直叫唤，直接就把枪指向唐山。唐山气得脸都绿了，猎人枪不指人，这是规矩中的规矩。就你这逼样，还敢进山猎熊？真以为黑瞎子是你们平时打的水鸭子、野鸡、傻狍子啊？唐山上去一把下了王老七的5、6瓣，这枪给你使都白瞎了。王老七上来夺枪，唐山一脚将他踹了个跟头。李自新嗷嗷的叫着，抡拳上来就打。唐山拎着枪往后退，削他！杜立秋怒吼一声，冲上去抱着李自新摔翻在雪地里，骑在他身上就打。王老七，你特么脑子进水了吗？你是来打猎的还是来杀人的？王老七依旧一脸狠色，李自新挨了好几拳，也把杜立秋掀了下去，掏出了刀子，
三哥，咱有枪，深山老林的。杜立秋的话把王老七和李自新从恼羞成怒中惊醒了过来。深山老林里别说3、5个人，就是3、5千人，说没影就没影，找都没地找去。哈哈，我这都迷瞪了，你看这事儿闹的，今儿个熊算是猎不成了。走走，咱回营去喝酒去。唐山冷冷地说：“你的狗啊，对，还有狗。”李自新颠颠地跑去，将死狗拖了回来。可惜了这条好狗，也不知道哪个倒霉催的，居然把枪和狗借给了这俩二逼。以王老七这混逼性子，肯定不带赔的，自认倒霉吧。唐山没把枪还给王老七，他都怕这二逼从背后给自己一枪。几人一直回到了营区，死狗拖回来，王老七直接扔给了厨子，扒皮炖肉下酒。唐山和杜立秋一口没吃，吃狗肉没问题，但是吃自家的狗，还是出生入死救了自己命的狗，这特么的就不当人了。一帮人一边喝酒吃饭，一边说着黑瞎子闯营伤人的事，唐山也懒得搭理，和杜立秋找了块空地，早早的睡了。隔天一早，唐山和杜立秋带着狗直奔昨天发现黑瞎子的地方。有胡子跟着，那头熊跑不了。正在前头搜寻的胡子突然停下脚步，扭头望向身后，耳朵不停地布愣着。唐山扭头望去，隐约看到2条人影扎到了一片雪地里头。好的，肯定是王老七和李自新，他们想截胡。上集说到，黑瞎子一屁股坐死大青狗，听见枪声跑路后，唐山一行人回到营地稍作休息。隔天一早，便带着杜立秋和胡子再次进山，却发现被人跟踪。好的，肯定是王老七和李自新，他们想截胡。狗都被他们给吃了，在这老林子里还想跟上我们，真不死心啊！说完，唐山立刻牵着狗，领着杜立秋钻进了一片杂木林子里，随后让杜立秋和胡子走在前面，自己则拿着一大把干枯的蒿草，一边走一边扫动着身后的脚印，直到脚印完全消失，才带着杜立秋和胡子重新回到了熊脚印处，接着向下追去，然而却越追越不对劲。立秋，咱们好像又转回来了，这熊的脚印越来越新鲜了。唐山顿时头皮发麻，他想起秦大棒子跟他说过的话，熊转圈，活命难，现在转成了一个圈子，谁是猎人，谁是猎物还不一定呢。唐山警惕地四下看了看，然后拽着杜立秋钻到了一棵柳树下，又把胡子按到了旁边。诺辛那干拉栓上膛，警惕地看着四周。就在这时，嘎吱嘎吱，雪被踩动的声音传来，不远处一个黑影慢慢地显现出身形，一只400来斤的黑瞎子人力而起，小心地踩着此前留下的脚印，抽着鼻子一步步地走来。而且这黑瞎子选的还是下风口，他能闻到唐山他们的味，但胡子却闻不到他的味。三哥，这玩意不是成精了吧？就是成精了，也得打。唐山瞄着那只行踪诡异的黑瞎子，50米外，400斤的黑瞎子就是黑乎乎的一团，30米内才能看清囫囵个的形态，到了20米才有把握一枪而中。当那只黑瞎子走到30米左右，唐山瞄着他的胸口白毛处，果断扣动了扳机，一声枪响，黑瞎子飙着鲜血转了半圈，直挺挺地倒在地上，枪声就是命令。胡子嗖的一下窜了出去，直扑倒地的黑瞎子。杜立秋也拔出手叉子撒丫子追了上去。胡子围着黑瞎子汪汪的叫着，杜立秋拎着手叉子到了熊跟前，拽着熊后腿就要将趴着的黑瞎子翻身开膛。然而唐山却看到黑瞎子的脑袋动了一下，一双乌溜溜的眼睛正死死地盯着自己。我操，这黑瞎子没死，他在装死等着我们靠近，怪不得胡子一直叫去没有扑上去。立秋，快跑！唐山嘶吼着，快速拉栓上膛，这一拉却拉空了，枪膛里没了子弹。庆幸的是，唐山喊跑，杜立秋毫不犹豫扔了刀，转身就跑。黑瞎子像装了弹簧似的窜了起来，一下子就将杜立秋扑翻在地，张开大嘴就向他的后脖梗啃去。唐山嘶吼着，子弹才塞进枪膛里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就在这时，黑瞎子发出一声尖锐的嘶吼声，放过了杜立秋，扭身向身后咬去。只见胡子一个前冲，一口掏裆，这方面公的要比母的更脆弱。黑瞎子一口咬了个空，一爪子扫出去，胡子横飞了出去。黑瞎子拖着血淋淋的下身，眼珠子通红，疯了一样的扭身向唐山扑来。诺辛那干步枪锁膛，枪也举了起来。黑瞎子距离唐山不过5米远，一声枪响，人力而起的黑瞎子脑门上出现一个血洞，一个倒仰栽到了血地里。唐山颤抖着从兜里又掏出一发子弹塞到枪膛，在黑瞎子的脑袋上又补了一枪，这才双腿一软坐到了地上。杜立秋跑了过来，一把扶住了唐山。山哥，你咋了？咱猎着熊了。唐山看着一脸兴奋的杜立秋，长长的松了口气。缺心眼的人就这点好，处事不惊，唐山都要被吓死。他却只顾着开心猎着熊了，完全没想到，要是刚刚胡子慢一步，他的脖子都要被黑瞎子砍断了。狗，看看狗！杜立秋刚要转身，胡子就已经跑了过来，身上血淋淋的，肋侧被熊爪刀出一条大口子，但是没伤着骨头，只是皮外伤而已。唐山赶紧掏出一瓶散篓子，60度的白酒冲洗在伤口上，疼得胡子嗷嗷直叫唤。处理完后，再用面袋子做成的布条一圈圈的勒在伤口处。狗的生命力可比人顽强多了，这点小伤对狗来说根本不算个事。唐山开膛取熊胆，
将近2拳大小的熊胆泛着淡金色。杜立秋去砍小树做爬犁，然后把整头熊都推上爬犁。唐山跟杜立秋把黑瞎子拖回营地的时候，天都黑透了。这么大一只黑瞎子被拖回来，所有人都轰动了。厨子十分开心的先帮唐山把熊胆用开水处理了，然后乐呵呵的分割黑瞎子。4个爪子还有熊皮，唐山先收了起来。熊肉分好后，放到大锅里熬出熊油，再搞一些土豆、大白菜，一大锅油水十足的炖菜刚出锅，王老七和李自新也回来了。这2人冻得差点就比儿咕了，好在熊肉燥热，2碗下肚，冒了一身汗也恢复了过来。可是他们2个看唐山的眼神，妒忌的都快要冒火了，拿着5、6瓣进山，鸡毛没打着不说，还差点死熊嘴里。结果唐山拿着一把破枪，就把这头大黑瞎子给猎回来了。光那颗熊胆就得值好几百块了。唐山也没理他们，自顾自的吃饭。一帐篷的老爷们，一顿熊肉下去，到大半夜都没有睡意。也亏得山上没女人，要不然的话还不整拉胯了。唐山也被补得当当的，天都快亮了，才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。唐山迷迷糊糊的感觉有人在自己身边走动，一睁眼睛就见王老七正在他的衣服里翻腾着。这小子莫不是想要偷熊胆？老七，这就不地道了吧？唐儿，咱是一起进山的。别，是你们先来的，咱们可没插火。我就是捡了金娃娃，也没你的份。行，你真他妈行，你给我等着。你想咋地？你瞅啥？瞅你咋地？李自新醒了，刚要起来，就被杜立秋掐着脖子摁了回去。吵闹声把其他人也惊醒了过来，纷纷上前把双方隔开。王老二拽着王老七，脸色更加难看。说到底，偷这个事儿放哪都不光彩。唐山，你给我等着！王老七说完，便带着李自新先走一步。妈的，你能咋地？再敢来惹乎我跟唐娥，屁眼子不给你打开花！上集说到，唐山成功猎杀黑瞎子后，却与王老七半夜偷熊胆。唐山，你给我等着！妈的，你能咋地？再敢来惹乎我跟唐娥，屁眼子不给你打开花了！与杜立秋收拾好东西回家后，唐山又去找来驴车，装着熊肉往镇上赶去。然而刚出门一拐，走过第3户人家的时候，门内传来嘶嘶的声音，一张俏脸从门后探了出来。唐山顿时心中一颤，一股压抑不住的热意，挠挠的就往上窜。此人正是村里大名鼎鼎的严金。唐儿又打着了，打的这是啥啊？一只熊。对，熊肉给我1块呗。严金说着，一根手指还在熊肉上捅了捅。人家都开口了，唐山也不好说不行，挑了1块10斤重的给了严金。你给我送屋去呗，我爸他们没在家。听着严金的邀请，唐山心脏扑通扑通的跳。按理来说，两世为人不该被一个骚里骚气的小村姑一句话就勾得这么失态，可一个正是火力十足的小伙子，面对一个漂亮姑娘，有几个能忍得住的？唐山强忍着激动，把熊肉塞给严金，赶着驴车就走。他可不想重生一回，却栽在严金手上。瞅你那小胆吧，还没个耗子大。听说你把那头熊猎着了？呐，这不，4个掌全在这呢，还有20斤熊肉，尝个新鲜。老胡搓了搓手，赶紧拉着唐山到饭桌上吃饭喝酒。我学生的主意你好意思的？这不赶上了吗？老师，姨父是不是有啥事儿啊？我们副局长调走了，空出这么一个位置。姨父，我说你怎么满面红光呢？原来要高升啊！就是我们局长说我有机会，但是吧，有竞争者。呀，护林科的老孙机会很大，我寻思去趟牙林那边再争取一下。你这熊掌来的正及时啊！几个熊掌够啥的呀？把这个加上，把握更大一点。说着，唐山从包里把熊胆掏了出来。老胡一愣，这熊胆一看就是上好的铜胆，怎么也值个300-500块。但这玩意儿它就不是钱的事。熊胆往外一亮，谁眼睛不亮一下子？领导还不把他记得死死的。那个婉华，赶紧去拿存折，一会吃完饭去邮局取1000块给小唐，咱不能亏了他。董婉华十分利落的就答应了下来。唐山却不干了。姨父，你这是埋汰我呢！我真伸手拿了钱，以后咱咋上你家来蹭吃蹭喝呀？你他妈哪回也没空爪子来呀？所以这饭吃的理直气壮吗？姨父，咱能别再提钱了吗？这小伙子识情识趣，将来必成大器啊！就在这时，敲门声响起。陈总，你咋来了呢？找老胡有点事。哎呦，陈所，什么风儿把你吹来了？来，快坐。小唐，这是我们镇派出所的所长陈旺。你就是卧牛村的唐山？是。你手上有干枪？是。有人举报你手上的枪来路不明，很有可能是杀人夺枪。滚他妈犊子吧！小唐的枪是我从破烂堆里给他找的，哪个二逼举报的？你大爷那一家子挺狠呐，要把你往死里整啊！这是大爷一家，还有老太太看不得我家过得好啊，家门不幸，让陈叔见笑了。这都是小事，倒是你小子年纪轻轻的就被家里这点破事缠着，以后可有得受了哦。不管怎么说也是长辈，我就先不计较了。如果他们还这么过分的话，不瞒陈叔和姨父，其实我还是有点才艺的。不许动枪，动枪那是生存能力，跟才艺不搭边。行，你办事，我放心。这老胡对这个小伙子不是一般的看重，不是一般的有好感啊。一个阳光向上、谈吐还让人特别舒心，还特别会来事的小伙子，
还真是挺让人有好感的。我们单位还缺个烧锅炉导班的小伙子，有没有兴趣？陈叔，可别让你为难了，那个位子说不定多少人盯着呢，镇长啥的说不定都把人安排好了。陈旺微微一愣，老胡却微微点头。陈旺这么帮唐山，其实就是想在老胡这里卖个面子。唐山却婉拒了，既不让陈旺为难，又没有平白无故让老胡欠人情，就冲这份定力，以后有啥事，老胡也得帮唐山摆了。陈旺也不好再说了，闲聊了几句告辞，三人下了楼。唐山一个箭步到了驴车前，扛了20多斤熊肉装到袋子里，挂到了陈旺的摩托车上。陈叔，一点熊肉你尝个鲜，回头我看看能不能溜几只飞龙啥的尝个鲜亮。陈旺拍拍熊肉，哈哈的笑了笑，也没有拒绝，骑着摩托突突的走了。老胡匆忙去林业局跑关系，唐山则赶着驴车到了老黄的饭店。300多斤的熊肉散了一路，现在就剩下不到100斤了。黄胖子直接给了1块钱1斤的高价，给凑了100块钱。换了钱后，唐山又去供销社买了1条红山茶、1条阿诗玛，还有1条大前门、隔离油和铁盒雪花膏。大前门是给老爸买的，另外2条好烟是拿来送人的。一点小恩小惠，却能在这个大部分国营的时代，给自己获得很多的便利。唐山摇摇晃晃的，借着酒劲先到了林秀儿家。林秀儿自己在家，见唐山带着一身酒气，赶紧下地洗了毛巾，一边给他擦脸一边说：“一天来2趟，让人看了笑话。”我来看自己媳妇，我还怕谁笑话呀？唐山说着，把隔离油、雪花膏掏了出来，递给林秀儿，给抹得香香的，让哥哥香一个。唐山说着，撅着嘴就亲到了林秀儿的脸上。哎呀！林秀儿的脸瞬间变得通红，娇羞的伸手抵挡着，不挡还好点，这一挡，顿时挡得唐山火上浇酒，挠挠的往上窜。上午出门的时候，被严金撩那么一把，早就头半夜烧松木盘子，旺上加旺。唐山搂着林秀儿的腰就扑到了炕上，看着怀里这秀丽端庄、满面绯红的未来媳妇，这火又旺了几分。哎呀，唐儿，不行，还没。唐儿，不行，还没。秀儿，快让哥哥亲一亲。那个婶儿啊，我让你婶儿，我们家闺女不要脸面的，你真想这些事就早结婚，这一拖就是1年，拖出事情来，你让秀儿的脸往哪搁？张秀春一边骂一边打，时不时的偷瞄唐山2眼，心里却很满意。小伙子没毛病，可别像下岭村那个石似的，娶了个媳妇只能干瞪眼。唐山被打得出门的时候，老丈人林志强正拽着小儿子站在院子里。你婶儿说的对，还不如早点结婚呢。你真给我搞出丑事来，打你的就不是你婶了。我看这个月末日子就挺好的。那可不行，等入秋了，我得给秀儿盖个房子，我俩单住。要是住一块的话，我俩过夫妻生活都不敢哼唧。我可滚妈蛋吧！林志强的脸立刻就黑了，抬脚就踹。今天算是亲也亲着了，摸也摸着了。要不是冬天衣服多，老子正事都办完了。唐山来到杜立秋家，老八头子也出来了，抓着唐山的手晃了晃。虽然没说话，但是唐山懂他的意思。杜立秋20好几了也没娶上媳妇，现在跟着唐山打猎，才几天的功夫就攒下了180块，这生活一下子就有了奔头。对于杜立秋来说，冒点险也值了。八爷，我会看好他。再说了，跟别人进山，我也不放心。那缺啥跟八爷说，八爷头没给你置办，别让你妈知道。东北男人不善表达，能说到这个份上，那情感已经酷酷的往外冒了。老八头回去后，杜立秋却支棱了起来。我都说了不用他管，让他找个老伴再下个崽儿，他不干还打我。八爷咋就没打死你呢？两人背着枪背着筐过河进山，附近连只野猪都没找到，打过2回了，野猪又是一根筋，受了惊之后能跑多远跑多远。一直到下午时分，两人已经翻了2座山，钻到了深山中。胡子突然停下脚步，抽着鼻子在空气中嗅闻着，然后撒腿便跑。唐山和杜立秋在后面气喘吁吁的狠追，刚刚追过一个小山岗，狗子的嘶吼声响起，紧跟着一声枪声响起，只见胡子和一条狼狗撕咬在一起，还有一条青狗、一条花狗在旁边转悠着，时不时的上来奔着胡子撕咬一口。在这地方能见到狼狗，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来自森景的。胡子长得丑，但是面对森景的专业狼狗，丝毫不落下风，腾挪翻转，灵活无比，一对3咬的有声有色的。但是在不远处还站着几个人，领头的人戴着军帽子，手上拿着一杆绝八子，正撅着枪往里面塞子弹。这人正是村里的村2代赖长庆，有赖长庆的地方，自然少不了王老七和李自新，还有2个是上东村的混子。赖长庆塞上子弹，合上绝把子，居然瞄向了胡子。唐山大惊失色，立马呼哨了一声，胡子不再恋战，虚晃一枪，掉头就跑。然而花狗斜刺里窜上来，狠狠的一口掏向胡子的后腿，青狗更狠，直接一个前扑咬向胡子的前肩。砰的一声枪响，赖长庆开火了，枪法不错，但时机不对，
胡子一跑一窜，身子一弓，刚好身体缩成了弓状。而这时花狗探头来咬，青狗纵身挂甲，这一枪直接来了个串糖葫芦，花狗的脑袋被打爆，而青狗的肚子下扯出一溜血线，一头栽倒在地。绝把子虽说是自制土枪，可是威力一点都不小。胡子窜到唐山的身边，身体起伏着，哈着粗气。赖长庆，你特么疯了？打猎打不着打自己家的狗玩。唐山突然冒出来，把赖长庆吓了一跳。王老七立刻凑到他的耳边小声的嘀咕了起来。赖长庆看着唐山，笑得有点阴狠，掰开绝把子，抽出弹壳，正想装子弹的时候，一抬头看到唐山手上那把莫辛内杆，顿时就不敢装子弹了。老子特么乐意，咋地？你唐山打了2头熊，还真以为自己有多牛逼了啊！来了，你牛逼用枪往这打。赖长庆说着，顶着脑袋就往唐山这里凑。赖长庆跟唐山耍狠，可忘了杜立秋这个缺心眼的，直接就拔出手叉子，奔着赖长庆的后脑勺就捅了下去。唐山草了一声，扯了杜立秋一把，这一刀贴着赖长庆的耳朵划了下去。赖长庆吓得嗷的一声坐到了地上，狼狗护主，刚要扑上来，杜立秋的气枪一顶，蹬的就是一枪打在狗的脑门上。气枪的铅弹太小，动能太弱，还打不穿坚硬的狗头。狼狗嗷的惨叫了一声，也被打得直迷糊。唐山赶紧抱住了杜立秋，冷静点，冷静点。杜立秋下死手的果断，把这几个村赖子给吓住了。杜立秋气枪打狗，可所有人都望向唐山抓在手上的莫辛内杆。赖长庆、王老七、李自新，还有你们几个，进了山，命不由己，后有天赐，想咋着我都接着，你们看咋样？唐山，你给我等着！唐山看着赖长庆那副色厉内荏的模样，那叫一个腻歪。等着，能等出个鸡毛啊？能巡山打猎的，哪怕是个半桶水的二五子，多牛逼的村赖子，也不敢欺负到人家身上去。哪个猎人没有枪，惹急了兔子还咬人呢？操！赖长庆怒骂一声，指挥小弟去把那条爆了头的花狗拖了回来。要去拖那条肚子挨了一枪的青狗时，青狗咆哮着不停地撕咬着。赖长庆大骂一声，砰的一枪，青狗原地一蹦不动弹了。随后几人拽着死去的花狗匆匆地跑了，一条花狗也够他们野餐一顿了。唐山想了想，还是奔着那条青狗去了。跟着人打猎的狗不该是这种下场的。唐山看着不停喘着粗气的青狗，忍不住暗道一声，这狗真是命大呀。之前的一枪扯开了肚子漏了肠子，又补了一枪，在后背上打出一条半尺长的伤来。唐山把露出来的肠子塞回肚子里，伤口处的毛剃了，用针线往身里勾着缝上，撒上土霉素药面，再用白布条紧紧的缠住。青狗嗷嗷的惨叫着，呲着牙几次要咬唐山，可是狗嘴含着棉裤，到底还是没有咬下去。唐山续了一个血窝子，铺上厚厚的干草，留下2个馒头。你要是能自己回，就自己回去；如果回不去，就等着我们回来再带你回去。是死是活，就看你的命了。唐山拍拍大青狗的脑袋，给他又盖了厚厚的一层干草，然后再次向山谷中走去。很快，胡子发出低沉的呜呜声，雪地上出现了一串串新鲜的蹄印。唐儿是狍子，5、6只呢，咱套上了。男人把自己半埋在雪地里，静静地看着不远处正在吃草的6只傻狍子。傻狍子一边嚼着草，一边警惕地看着四周。然而，一只公狍子突然扭头望向唐山，短尾巴微微扬起，瞬间炸成心形。唐山果断地瞄着这头公狍子的脑袋扣动了扳机，一声枪响，公狍子一头扎到了雪地里。听到枪声的5只狍子嗖嗖嗖地窜了起来，左右腾挪，变幻不定，速度却奇快无比。立秋，你收拾！唐山大吼一声，拎着枪就向狍子群追了上去，沿着蹄子印追了几百米。刚刚逃跑的几只狍子，又在另一片小叶张处悠闲地嚼着枯草。都说傻狍子傻狍子，狍子在同类被猎杀跑掉之后，又会好奇地回来看看，跑上几百米脱离危险之后，又会停下来。唐山扑到一片空心柳后面，胡子也从雪堆里钻了出来，伏在唐山的身边。唐山举起了上了膛的步枪，警觉的狍子屁股顿时炸起了白花。一只50多斤的母狍子纵身而起，40米。莫辛那杆忽略风速、风向和移动速度，瞄准，开火。在空中滑行的母狍子一个侧翻栽在雪地里，然后像装了弹簧似的又蹦了起来。母狍子刚蹦起来，胡子却直接扑了上去，准之又准的一口掏到了母狍的后腚上。母狍甩着4肢乱蹦着，胡子被甩了个跟头。有胡子这么一拖延，唐山也重新拉栓上膛，再补一枪，将母狍子撂翻在地。唐山赶紧收枪跑了过去，手起刀落，开膛放血喂狗，收拾利索了，这才拖着狍子往回走。杜立秋也收拾好了，2只狍子加一块，收拾完了却只有70、80斤。不过2人都眉开眼笑的，狍子肉可比野猪肉要值钱，卖100多块不成问题。2人扎了爬犁往回拖，不紧不慢地走回到了之前那条大青狗的地方。大青狗没有走，还窝在唐山给续的窝里，只是2个馒头已经没了。看到唐山来了，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，这是狗在讨好的声音。胡子呲着牙，发出威胁的低吼声。唐儿，你真要把这狗也带回去啊？是条好狗，带回去吧。回头打听一下是谁家的，给送回去。这是咱捡的，就是咱的，送回去干屁！这是条好狗，它会挂甲，虎子会掏缸，要是配合起来，没枪都能猎熊。唐山还真有些心动了，
哪个猎人不喜欢狗，不喜欢好狗呢？两人回了村，杜立秋割了10斤狍子肉回家，剩下的都交给了唐山。唐山当然要给老丈人家再送点，只是这回连老丈人都像防贼一样的防着他。上一集唐山差点就把林秀儿给当了，这一次却连拉拉小手的机会都没有找到，看人家也没有要留自己吃饭的意思，唐山才讪讪的拖着东西回家，结果老妈也没给自己好脸色，第一时间不回家，竟往老林家钻，你这肥猪是被人狗跑了是吧？李淑华一边包着狍子皮，一边骂着唐山没良心。唐山看着李淑华手握尖刀的样子，生怕老妈一怒之下再给自己一刀，赶紧抢过她手上的刀，割了些肥美的肋条。妈，你去包饺子吧，我来处理。这皮子我还想做褥子呢，别给我包坏了。吃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吃，是不是还要给老林家送点饺子啊？那不能，我妈辛辛苦苦包的饺子，哪里便宜了外人啊？好在老妈挺好哄的，耍个剑说几句肉麻的话，立马就哄得要开了花似的。唐山把2张包好的皮撑开，公狍子是头部中枪，皮很完整；母狍子是身上中了2枪，还有4个窟窿，不过自己用就无所谓了。收拾完狍子后，趁着天还没黑透，唐山拎了2斤狍子肉去了村东头老罗家。唐山带着东西来，老罗2口子大为吃惊，赶紧把人拉了进来。罗立明闷不吭声的给他拿酒盅，旁边一个长得白白净净的小姑娘一边给唐山倒酒，一边好奇的询问他山里的事。看着这个长得白净的小姑娘，唐山有些惋惜的叹了口气。唐山直视的目光让小姑娘的小脸刷的一下就红了。唐山，喝酒，我妹才上初3。唐山笑了笑，就是因为上初3才觉得可惜。唐山记得前世罗小凤被学校一个30多岁烧锅炉的给霍怀孕了，然后退学、结婚、生孩子。唐山倒是想提醒老罗家，可是转念一想，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，学校烧锅炉的岁数大了点，但是人家有编制啊，妥妥的正式职工呢，已经很不错了。而且罗小凤后来的日子过得也很不错。唐山喝了2杯酒，然后告辞离开。罗立明也很有眼色的跟了出来。唐山刚要问罗立明那条亲狗是谁家的，结果衣领一紧，罗立明揪着他的领子将他举了起来。我操，罗立明你特么吃错药了！唐山，你特么敢打我妹的主意，我整死你！你妹才初3，15岁啊，我还没那么牲口。林秀儿不也才18？那能一样吗？赶紧给我撒开，别给我冒虎劲！你真的不是奔着我妹来的？不是，我是问那条大金狗是谁家的。我也不知道，听说是赖长庆在塔山那边买的。唐山顿时有些挠头了，塔山离这太远了，得有几百公里。立明，你怎么跟赖长庆、王老七他们那些人混在一块了？你这么老实，不怕人家把你卖了呀？我寻思着卖点力气，打了野猪啥的也能分点钱。眼睛一直想要个录音机。唐山听罢转身就走，舔了这么久，连个簪儿都没摸着，现在居然想着买几百块的录音机，这天狗算是没救了。第2天一早，唐山赶着驴车路过老严家的时候，严晶的妈便推着自行车出来。小唐，你来的正好，我家灯泡坏了，你帮着换一下，我着急去镇上有点事啊。婶子，我还不等唐山拒绝，须眉便登上自行车走了。唐山向院里望去，严晶和他弟弟都在这才放下心来。既然家里还有人，那就无所谓了。唐山刚进屋，怎料严晶弟弟一边抿着鼻涕一边往外跑，唐山顿时傻了。我操，这不成了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了吗？严晶红着脸，笑得像只狐狸似的，眯着眼睛把40瓦的白炽灯泡递给了唐山。哎呀，家里的凳子都晃荡了，别把你摔着，要不这样吧，你把我抱起来，我把灯泡拧上吧。然而唐山却直接站到了炕沿处，一脚蹬着墙，然后十分顺利地换下了灯泡。唐山的心态很端正，可是19岁小伙的身体却很诚实。平心而论，严晶长得漂亮，身材也好，关键是有着这个年头很少见的骚。就在这时，窗户上发出一声轻响，唐山一抬眼，一张大脸正对着自己乐呵呵的傻笑。行了，灯泡换完了，我走了。唐山说着，把根本没坏的灯泡扔给严晶，转身跑了出去，额头都有些见汗了。唐儿，你摸着严晶了吗？唐山还没说话，杜立秋就蹦着说：“你肯定摸着了，严晶摸起来啥感觉？”我特么没。上集说到，唐山猎杀6只傻狍子，将受伤的大青狗带回了家。这狗受伤太严重，看来还得再养一阵子才行。倒是胡子皮外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隔天2人一狗背着枪带着狗再次扎进了山里头，刚钻过一片林子，胡子就停下脚步，抽着鼻子发出嗯嗯的低哼声。这是发现猎物了。唐山刚要放狗，就见不远处的林子里钻出来3个人，远远的就挥着手打招呼。走近后，唐山认出来了，是五里村的姚家兄弟和陈志国。姚家兄弟2人都拿着绑了劲刀的木棍当长枪，陈志国则扛着一把大斧子。姚家兄弟在黑松林那边发现个熊仓子，但是手上没枪。3人看到唐山背在身上的枪，眼睛顿时就亮了。姚老大把示意说，然后道：“猎着黑瞎子，卖了钱，咱们平分。你少跟我们扯里讹楞，我们2人有枪还有狗，凭啥跟你们平分？咋地？还全都给你们了？没你们，我们一样把熊下了。”唐山按住杜立秋，心里有些犹豫。进山打猎跟插火种地不一样，种地顶多就是谁偷个懒，谁多出点力。可是打猎，心不齐的话，搞不好会出人命的。但是老林子里野牲口虽然挺多的，可是想找到黑瞎子还真不容易。
行，平分就平分。杜立秋虽然不服气，却为唐山马首是瞻。姚家兄弟带路，唐山跟在后面，趟着血在老林子里走着。陈志国扛着斧子，羡慕地看着唐山挂在身上的莫辛纳弹。大兄弟，你这枪哪搞的？给我也搞一支呗。唐山暗自翻了个白眼，这年头是不禁枪，可不代表你就能随随便便的把枪整回家。到了，就在那片松林旁边的岗子岩，有一棵老杨树，铁定有黑瞎子在蹲藏。先干他，上午口点熊肉吃，这玩意大补啊！3个光棍子，给你们补多少不都得防空枪？说话间，到了姚老大指的地方，唐山一看树洞处挂的血霜，就知道铁定有黑瞎子蹲仓。我们把熊交出来，他只要露头，唐山你就拿枪打。然而他们不懂，熊怒才生胆，一般要把熊放出来，在他愤怒的时候撂了，才能得到更好的同胆。人家刚醒过来，一枪就撂了，最多也就是普通的草胆。不过熊是人家发现的，唐山也就没说啥。陈志国上去抡着斧子开始敲树洞，唐山也拉栓上膛准备干活。然而姚家兄弟对视一眼后，故意举着青刀挡住了唐山的视线。待会黑瞎子一露头，咱俩就上。唐山的枪没响，自然不给他分。要是没干死黑瞎子，再等唐山开枪也不亏。唐山皱着眉头，刚想让他们躲开点，免得走火伤人的时候，树洞里发出黑瞎子愤怒的低吼声。来了来了！姚家兄弟紧握着木棍，随时准备抵刺。然而老杨树的树干突然裂开，一个黑漆漆的大熊头探了出来，所有人都吓了一跳。卧槽！这黑瞎子不走寻常路，居然破树而出！嘿！陈志国厉吼一声，抡着斧子就向熊头剁去。结果黑瞎子正着身子往前一探，斧子直接砍到了后背。黑瞎子发出的惨叫，直接就把陈志国甩了个跟头。然而姚家两兄弟当场吓傻了。姚大、姚二上了，捅他！陈志国说着，抡着斧子又奔着熊头劈去。妈呀，快跑！姚老大扭身撒腿就跑，姚老二也跟着跑，直接把陈志国扔下，面对黑瞎子。黑瞎子一缩身子，躲过这一斧子，陈志国又是一个踉跄甩了出去。一声枪响，唐山终于有机会开枪了。黑瞎子的大腿上爆出一团血花，然而屁事没有。一声枪响，让愤怒的黑瞎子清醒了过来，掉头就跑，胡子嗖嗖的就窜了去，一口向黑瞎子的后肛掏去。黑瞎子扭身，爪子向胡子捞去，同时大屁股一抬再一坐，就要把胡子坐死。胡子松口后退，立刻掉头往回跑。黑瞎子这一停顿，唐山再次找到机会，一枪打在黑瞎子的脖子上，黑瞎子脖子一歪，扑倒在血地里。上次唐山被黑瞎子装死，差点弄死一回，这回也不敢大意，走到10米左右，瞄着黑瞎子的脑袋又补了一枪。陈志国甩着脑袋爬了起来，四下看了看，立刻明白自己被姚家兄弟俩当肉盾使了。咋种草的？两兄弟一对山驴，忽悠老子来猎熊的是你们，把老子扔下跑了还是你们，我跟你们没完！陈志国叫骂着便追了上去。哎，陈志国，熊，我他妈没那个连要东西，熊是你们猎的，都是你们的。嘿，这感情好啊！一听陈志国不要了，两人立刻乐开了花，掏出手叉子上去开膛取胆。五溜溜的熊胆泛着淡淡的青金色，达不到铜胆的地步，但是也比铁胆稍强一些。开膛放血，胡子也吃了个痛快，熊掌卸下来单独放着。随后两人扎个草爬犁，拖着300多斤的熊肉往回赶。杜立秋扛起一条熊后腿，想了想，又卸下10来斤的熊肉，然后把熊肉埋在雪堆里，再扛着熊腿进屋。唐山看着他的小动作，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拖着爬犁回了家。回家后，老妈李淑华按照惯例拽着唐山的衣服看了一圈，见没受伤，这才松了口气。再看那一坨坨肥硕的熊肉，顿时喜笑颜开。明天让你爸跟你去镇上卖，你太败家了，哪回都不少花钱。妈，我爸腿脚不好，你可别折腾他了。再说了，我这是私底下交易，我爸要是去了，得少卖50-60块呢。你这是投机倒把！你可拉倒吧，现在饭馆都开明面上了，谁还管投机倒把？你有操这个心的功夫，还不如赶紧把狍子皮给我处理了，下次进山待着，免得遭罪受冻。唐山累坏了，随便葫芦了一把脸便上炕睡觉了。第二天赶着驴车就往镇上去了，按照惯例先去董老师家里送了20斤熊肉，董婉华也不客气的收下了，然后给唐山推了一辆凤凰28大档自行车。这是我们罗校长给他儿子买了个28杠，结果他儿子瞎嘚瑟，把腿摔折了，气得罗校长要把自行车卖了。我寻思着你指定用得上，就给你留着了。凤凰牌28杠，83年可要200多块，相当于一个普通职工不吃不喝半年工资了。太好了，董老师，回头我把熊卖了就给你钱。我还用得着你给钱？给钱，你以后不许上我家来了。行吧，董老师。对了，我姨夫呢？还没回来？还在衙林呢。咋样啊？昨天挂了电话问了一下，东西倒是送出去了，听他的动静是没少喝。这可是好事儿啊，只要东西送出去了，这事就是差不多了。多少人捧着猪头还找不着庙门呢？离开董婉华家后，唐山赶着驴车又去了黄胖子的饭店。200多斤熊肉，1张熊皮，2只熊后掌，再加上最有价值的熊胆，黄胖子给了500块的高价。
然而唐山一声不吭，牵驴就走。你看你买卖，有来有往才叫买卖，你倒是还个价啊！之前的热情招待，吃吃喝喝捧着唠，跟亲兄弟一样，都在今天等着狠宰我一刀是吧？不用了，免得坏了咱们的交情。正好有自行车了，我去县里或是去市里碰碰运气。唐山说着，甩开黄胖子的手。黄胖子却急眼了，600行了吧？唐山还是不吭声，牵着驴车往前走。600亩，这个价不低了。熊肉才几个钱，就一个熊胆才能赚俩钱，你不能让我白忙活啊！黄胖子见唐山还是不说话，索性直接躺到了驴车的轮子下。唐山，你他妈有能耐，你压死我！我说老黄，为了这俩钱，你至于吗？我不管，你没能耐压死我，你就还个价。老黄，我也不为难你，800不还价也行，但你那2000涨的给我。去你妈的吧！我还是压死你得了。800就800，滚！不卖，贵贱不卖，老子羊沟里也不卖。800路，哈，900总行了吧？兄弟，别置气，别跟钱过不去啊！黄胖子哭丧着脸把唐山从车上拽了下来，唐山这才不情不愿的卸车。黄胖子点钱的时候，脸上的肥肉都在疼得乱颤。拿到钱后，唐山赶着车头也不回的走了。出了巷子口，这才面露喜色。他之所以表现得这么强硬，就是为了打下一个不近人情的底子。做生意给人讲人情，人家就拿人情压价换钱，所以还是一码归一码的好。妈的，之前请吃了好几顿饭，还送了好几包烟，全他妈喂狗了。同志你好，我找我陈叔，你们陈所长。男人拿着2熊掌，抱着就往警察局里闯。嘿嘿，你猜要干嘛？这小子居然要用熊掌换子弹。同志你好，我找我陈叔，你们陈所长。陈叔，陈旺，咱所长。守门员疑惑地打量着唐山，没听说所长有这么一个大侄子啊。不过点名要见，也不好拦着，指了指楼上放唐山上去了。来到3楼所长办公室，陈旺一见唐山，喝了一声：陈叔，昨天为了偷熊，留了俩爪子，给你尝个新鲜。哟呵，还是2000涨呢。别人送礼，陈旺未必会收，但唐山有林业公安的老胡做背书，那就没问题了。叔不白收你东西，回头把你家户口都改成城镇的。这年头，城镇户口吃香，有粮本能吃商品粮，但陈旺这个承诺，对于农村人来说可是天大的人情。然而唐山自然知道，现在农村户口不值钱，等再过些年，想上农村户口，给多少钱都办不了。可拉倒吧，就是农民，农村户口也挺好的，而且一改就一家子，这不是让陈叔你为难吗？说你这有子弹没？有的话给我整点呗。我记得你用的是水莲珠吧？嘿，这子弹别的地方不好搞，我这可有的是。前阵子崖林那边带了一伙搞走私的，缴了不少枪和子弹，结果送这边了，说是给民兵训练。我他妈上哪组织民兵训练去啊？啥破烂都往地方塞，赶上石篓子了。陈旺一边说着，一边领着唐山去了2楼的一间仓库，直接薅了一个子弹箱塞给唐山。本来唐山还发愁子弹打完了怎么办，现在倒好，陈旺直接给了一个弹药箱，这一箱足1500发子弹。唐山抱着弹药箱，乐得都快要找不到北了。在陈旺的相送下，就这么大摇大摆地抱出了派出所。离开警察局后，唐三拉着驴车噔噔地往家赶。进村路过老八头家的时候，却看见老八头在打杜立秋。唐三连忙过去查看，杜立秋被打得躺炕上起不来。你就不会跑吗？我10斤熊肉，眼睛同意了，那叫一个舒坦。我食了，我让你值了，我让你值了。老八头愤怒之下，一皮带打到了杜立秋的脑袋。唐山吓得冷汗都出来了，赶紧将老八头抱到了门外，好一通安抚。最后把卖熊肉的900块全都塞到了老八头的手上，说：给立秋找个媳妇吧，有了媳妇，这种事干多了他就腻歪了。说的好像你多懂一样。我咋不懂？头3年当饭，再3年带干不干，后3年躲着像逃难。这小子还真懂。好儿，立秋这个屌样，正经好媳妇也说不上。你说上东村老齐家的3闺女咋样？齐三丫。唐山一愣，齐三丫和唐山小学初中都是同学，只是齐三丫念到初2就辍学了，可谓是命运多舛。小时候他爹做套兔子的钢丝套，钢丝崩开扎到了他的左眼，再加上右腿先天有毛病，有些跛脚，但齐三丫相貌清秀可人，身材比例极好，哪怕腿有毛病，那也是大长腿。杜立秋脑子有毛病，但毛病不大，只是缺心眼，有点虎。年方26，在这年月的农村，已经是讨不到老婆的老光棍了。我现在身体还行，让立秋跟你一样，单起个房子，2口子单过，老齐家肯定答应。但是我动不了的时候，得把我事后走。八爷，另起房子单过倒不至于，但是你家这小破房肯定不行，总不能让2口子拉个帘子跟你住一铺炕吧？咋个就不行？有个帘子就不错了。厉害！唐山回家后，一进门，老妈李淑华的手就伸了过来，唐山直接把衣兜向外一掏，空空如也。你打死这个败家子，气死我了！妈，别生气，卖的钱给立秋娶媳妇用了，算借的，回头再还。杜立秋把严丁给老八头差点没打死他，要给他娶个媳妇。
咋回事？快给老娘细说说。唐山如此这般的一说，李淑华一拍大腿，哎呀妈呀，这个立秋啊，咋还能跟严谨扯上关系呢？老八头要给他说媳妇也没毛病，他就是憋的，有了媳妇就好了。不过这事儿我觉得还得你出马。我一个当小辈的出什么马呀？就是因为你是小辈，不管成不成都有回旋的余地，就这么说定了。明早上我跟老八头说去。隔天一早，唐山受命去上东村，现在有了自行车也方便，装了一些野猪肉、狍子肉和熊肉，去了秦大棒家，把肉卸下来往屋里扛。秦大棒子乐得合不拢嘴，这条狗没白给，小伙子仁义呀，还想着我呢。唐山又跟秦大棒打听了一下齐家三丫的情况。立秋这孩子，我知道唬了点缺点心眼，但是没啥大毛病。老齐家也没啥好挑的，我跟你一块去。老齐做套子做夹子是把好手，咱打这个由头去探探底。哎呦，有秦爷坐镇，我这心里就有底了。来到老齐家，老齐见秦大棒和唐山过来，赶紧起身相迎。说了一阵子闲话后，秦大棒便直奔主题：老弟呀，你家三丫。怎料话音未落，外面就传来一阵人声：齐老六，好事，大好事啊！你家三闺女这回可算是名花有主了。哟呵，这他妈都还能有截胡的！我用卖熊肉换来的900块，打算给好兄弟讨个媳妇，怎料刚上门却遇人截胡。齐老六，好事，大好事啊！你家三闺女这回可算是名花有主了。哟呵，这他妈还有截胡的！齐老六两口子目光一扫，落到了进门的年轻人身上，脸当时就垮了下来。小伙子身宽体胖，脸又圆，紧紧地拽着旁边的妇女，被众人一盯，顿时吓得抱着妇女哇哇哭，非要吃奶。这小伙子吧，有点害羞，这都不是个事儿，身上有不少零件，还不一样传宗接代。唐山和秦大棒对视了一眼，再看看老齐两口子铁青的脸，谁都没敢吭声。他婶，我家闺女还小，还能再养几年？还小，都19了，再养2年真成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了。我跟你们说，人家可是能给200块彩礼的。好好好，300也行。就是，人家可是临场职工，要不是孩子有点毛病，哪轮得到你家闺女啊？用不着，我家穷死也不卖闺女。齐老六，你可保不识抬举，你家闺女有瞎有缺的，有个能看上的就不错了。用不着，了不起当一辈子老姑娘。齐老六恨恨地说，他老婆也上前拦住老魏婆子，老魏婆子被抹了脸面，顿时就撒泼的叫骂起来，都是农村妇女，谁怕谁？老齐婆娘立刻上去跟他撕扯。有时候农村妇女泼也是不得已，太老实容易挨欺负，但一般老娘们撒泼，不管输赢，老爷们绝不会伸手。老爷们要是伸手掺和的话，会被人笑话一辈子。最后老齐老婆略占上风，老魏婆子敌不过，也只好骂骂咧咧带着人走了。唐山见状，赶紧给老齐递了一盒阿诗玛。齐叔，你顺气，谁说咱家闺女嫁不出去？俺们村的杜立秋你知道吧？琢磨咱家三丫琢磨的天天睡不着觉啊。老八头家那个愣儿子，这爷俩都是光棍子吧？在农村爷俩光棍子，一个屋里住着，是真不好娶媳妇。人家立秋跟我巡山打猎呢，前阵子刚猎了2头熊，家底可不小，打算把破房推了重盖，以后结婚也单住。老头啥时候动不了，啥时候再是后辈。唐山的话顿时让老齐两口子活心了。杜立秋只是虎，有点缺心眼，可不是哭着要吃奶的傻子。唐山就是探路的，秦爷陪客作保的，点到为止就好了。唐山任务完成，离开老齐家后，带着杜立秋又进山打猎去了。堂儿，你说我能不能娶严晶啊？严晶漂亮，屁股还大，肯定能给我生好几个儿子。送点礼物爽一把得了，居然还想娶回家？那娶的是老婆吗？儿子肯定能给你生一大堆，但是不是你的可就不好说了。也对，再说老八头肯定不会同意的，他会打死我的。杜立秋刚说完，一股淡淡的腥味从林子飘了出来。今天没带胡子，可两人也能闻得出来，这是野猪的味道。对视一眼后，两人撒腿向不远处山坡上的树林奔去。一只300多斤的老母猪领着7、8只半大子野猪，正拱着雪地寻找吃食。唐山顿时兴奋了起来，悄悄地推蛋上膛，准备再靠近一些的时候，杜立秋捅了捅唐山，向林子的一角指去。唐山转头望去，我操，是猞猁！唐山枪口果断地转向猞猁，这种大猫皮可值钱了，哪怕带窟窿的也值个1000、800的。关键是这东西不好碰，就算碰到也未必能打得到，50多米远，唐山把握不大。哎，只怪这莫辛那杆不是狙击版的，看来得搞个望远镜了。唐山果断开枪。不出意外，这枪打空了。扣动扳机的一瞬间，猞猁化为一道虚影，直扑一头半大个子的野猪。一声枪响，野猪群也瞬间炸了。半大的野猪被猞猁扑了一个跟头，猞猁在雪地上咕噜了一圈，嗖嗖嗖的便又窜进了林子里。唐山连一枪瞄准的机会都没有。然而炸了圈的野猪，在老母猪的带领下，径直愣愣地朝着唐山他们冲来。唐山来不及拉栓上膛，300多斤的老母猪已经冲到了跟前。打草的杜立秋怒吼一声，拽着手叉子，横身就撞到了老母猪的身上。
手叉子在老母猪的身上留下一条血口子后，杜立秋也被撞飞了出去，撞翻一头半大的野猪，然后下意识的一把将野猪搂住，野猪嗷嗷的叫，杜立秋也一边叫着，一边用刀捅着这头50-60斤重的野猪，顿时鲜血飞溅。唐山枪稍稍一歪，咣的一枪，一头100来斤奔着他来的野猪刚好被打中脑门，一个前栽葱直接摔在唐山的脚边上。这声枪响，顿时让奔来的几头野猪掉头就跑。唐山快速拉栓上膛，举枪就射，直接将一头野猪的后肛给打穿了。等唐山再次拉栓上膛的时候，野猪已经狂奔出几10米开外。这一枪，又一头野猪一个踉跄后爬起来，歪歪斜斜的还在跑，重伤之下逃不掉了。可惜没带胡子来，有胡子牵制的话，至少还能再打2头。嘿嘿，唐娥儿，你看我牛逼不？徒手干翻一头野猪，你牛逼个巴巴！猪都让你捅烂户了，赶紧收拾！唐山叫骂着，直奔那头受伤的野猪。野猪被打中了前甲的位置，子弹从腋下钻进去，打伤了肺。唐山拖着处理之后的野猪回来，另外几头野猪杜立秋也处理完了，打的4头野猪都不大，最大的100斤，最小的50多斤，加起来都不到300斤。两人轻巧的拖着往回走，怎料两人刚进村，罗立明的妈就跑了过来。桃儿，你们咋才回来？赶紧回家吧，上农村老齐家到你家相门户了。上我家相门户，那我秀儿咋办？唐山都顾不上拖野猪了，撒丫子就往回跑。一进门就见老八头满面红光跑了出来。好儿，我家太埋汰了，借你家地方给立秋像个门户。听到这话，唐山顿时松了口气，探头向屋里看了看，老妈和其婶子还有齐三丫正在包饺子。就在这时，唐山突然又想起了什么，撒腿就往杜立秋家跑去。立秋，快把大锅里烧上水，一定要快！杜立秋还以为要处理猎物，很利索的在12刃的大锅里烧了满满一锅水。唐山摸了摸水温，刚刚好，将杜立秋扒了个精光踹到了大锅里头。唐娥儿，不是给猪秃噜毛吗？是给你秃噜毛。唐山拿着一把猪毛刷子，摁着就是一通刷，一锅水都黑了。然而炉灶底下的火烧得旺，不但锅底烫，水也越烧越烫。杜立秋惨叫一声后，直接跳了出来，烫死我了！唐山再一摸锅里的水，好家伙，怕不是得有50-60度了。随后唐山又在他家衣柜底下找出一套板板正正的青纶中山装，这是老八头给自己准备的寿衣。老八头10几20年都死不了，这玩意现在也用不上。好兄弟相亲对象上门，为了帮他打扮一番，我直接翻出了他爸的寿衣。果然这身装老衣服一穿，杜立秋立马大变样。老妈李淑华看着杜立秋这一身立正的中山装，满意的点了点头。饭桌上，杜立秋埋头就是个炫，再看齐三丫抱着饭碗埋着头，干吃饭不吃菜。立秋，三丫，走，咱们上小孩那桌吃去。家里来客人，小孩不上桌，所以小孩一般都在外屋地的灶台上单独弄一份自己吃，只剩下同龄人还有2孩子。齐三丫倒是没有之前那么紧张了。齐三丫一边吃饭一边瞄着杜立秋，杜立秋抬头跟他对视一眼，憨得呼的一笑，然后埋头接着炫饭，直到唐山踢了他一脚。他仔细思考后，夹了片肉放到齐三丫饭碗里，多吃点，看你瘦的。人家那叫苗条，瘦就是瘦，啥苗条？你瞅瞅，净骨头冷死，抱着都硌得慌，3两下还不给。你特么不会说话，就给我憋着。我虽然瘦了点，可是屁股大啊，还不至于3两下就散了架。齐三丫只是眼睛和腿有毛病，咋现在脑子也不好使了呢？齐三丫还是很中意杜立秋的，人虎了点，但是实诚啊，以自己的条件根本找不到健全的正常人。唐山看了看齐三丫的眼神，还有杜立秋一脸茫然的鬼样子，觉得自己有点多余。2口吃完饭就回屋睡觉去了。不久后，唐山被一阵吵闹声吵醒，出门查看，就见老妈李淑华掐着腰骂道：“你儿子死了，关我儿子屁事！又不是我儿子领他们进山的，要不是你儿子抢了我儿子的黑瞎子，我儿子哪用得着再进山去找熊？”唐山听得云山雾罩了，向老爹问道：“爸，咋回事啊？”五里村老姚家的姚大死了，姚二没死也挺惨乎，半张脸都被黑瞎子舔没了。上回猎熊我手上还有枪呢，那俩怂货被吓得掉头跑，居然还敢进山找黑瞎子。这俩半吊子不仅找着了，居然还被黑瞎子反杀了。这时不少村民都跟来看热闹，唐山家被围了一大圈，没一会就听出了个大概，主要是唐山上次猎着熊挣了钱，杜立秋直接拿900块出来跟齐三丫定亲的事，把姚家兄弟俩给刺激着了。这俩兄弟不知在哪儿搞了一只老套头，兴冲冲的就进山了，找到黑瞎子，原本打算用炮仗把黑瞎子惊出来，等黑瞎子冒头就一枪，结果枪炸膛了，姚老二补了一刀，还捅肚子上了，根本不致命。惊醒的黑瞎子一巴掌就把炸膛炸猛逼的姚老大拍飞，姚老二躲了过去，但脸上被黑瞎子舔了一口，亏得姚老二够机灵，围着树躲熊时，掏出炮仗就噼里啪啦的才把黑瞎子惊跑。姚老大胸骨都被拍塌了，还没拖到家就死了，而老姚婆子就赖上了唐山家，非要唐山家赔钱。我赔你个嘚呀！是你们自己贪心，
自己没那个本事。唐山叫着要金官，派出所的所长陈旺可是他叔，怕他个鸟。不过就在这时，五里村的村长张大四赶了过来，对着姚老婆子就是一通训斥。大儿子死了，二儿子还伤着，你特么不赶紧带儿子去卫生院治病，跑这里闹个啥？家里就2儿子，全死了，我看谁给你打翻摔盆。老姚婆子不敢在张老四面前撒泼，只能灰溜溜回家。热闹散了，唐山却笑了。一只惊出了仓还受了伤的黑瞎子，简直就像白捡的一样，好不好？只是这黑瞎子在哪呢？总不能去找还活着的姚二问吧？正当唐山头疼的时候，五里村的老光棍陈志国迎面走了过来。唐儿，想不想猎姚家兄弟没猎着的那只黑瞎子？你知道在哪？嘿嘿，知道。姚家兄弟告诉我了，他们要拉我一块去猎熊。我可以，上回把我扔下，差点没了命，我特么吃饱了撑了，才去给他们当伙食儿呢。但是你不一样了，你办事地道，肯定不会吐路口。行，我去找杜立秋，猎着熊咱仨平分。行，那我去村口等你们。随后唐山进屋看了看自家的2条狗，伤都还没有好利索，又是去猎一只受了伤的熊，倒用不着带狗。来到杜立秋家，唐山推门就进，抬头往炕上一看，当时眼睛就直了。唐山黑着脸赶紧退了出去，心中不是一般的震惊。这杜立秋哈木出的看着老实，可是才2天功夫，居然就把齐三丫给拿下了。我跟林秀儿都才拉个手而已。过了好一阵子，杜立秋从屋里走了出来。唐儿，外头多冷啊，你咋不进屋里坐呢？唐山无奈的翻了一个白眼。我还进屋坐，给你们找刺激啊！唐山见齐三丫没出来，恶狠狠地问道：“你俩啥时候搞上的？”昨天啊。昨天不是刚相完门户啊？吃完饭了，我跟三丫到家来，他帮着收拾了一下屋子，然后杜立秋越说越眉飞色舞。唐山恼火的低吼道：“你可快闭嘴吧！再说下去就把号给我封了！”就在这时，齐三丫走了出来，小声地说：“我来帮他收拾收拾家里头。这破房子有啥好收拾的？等开春种完地，直接推了重盖好了。杜立秋现在有钱。你们要进山啊？我去给你们做饭。不用了。从家带了。那我一会就回家了。搁这住呗，还回啥家？那么大的一个炕，你跟我爸又不是住不下。唐山气的眼珠子都快冒出来了，一脚将杜立秋踹了出去。你小子能再活一点不？冬天天黑的早，4点多钟就眼擦黑了。3人也到了2道河子附近，找到了那个仓子，树洞碎裂，地上有血迹，还有足迹。唐山还捡了一个蛋壳。天越来越暗了，自然不能追踪了。受了伤的黑瞎子跑不远，倒也不急。随后3人就着一棵倒伏的老树，准备生火，先过夜。唐儿那边有人。杜立秋突然指向不远处的河沟旁，一棵老树下有黑影晃动着，不停地向他们招着手。很有可能是有人迷在老林子里了。唐儿，你生火吧，我去看看咋回事，把人领回来给顿饭吃。杜立秋说着，顶着冷风向那人走去。然而唐山猛地打了一个激灵，他突然想起秦大棒子跟他说过，黑瞎子招手妖魂，野狼搭肩掏喉，说的是天光暗的时候，见过人的黑瞎子会假装人，躲在暗处向人招手。不明所以的人凑了过去，正好送到了熊口中。唐山又是一个机灵，抄起枪一个翻滚，拉栓上膛，再一抬眼，杜立秋已经走到那个人影跟前了。情急之下的唐山举枪冲天，砰的就是一枪，那个人影顿时矮了一截，化为一道黑影，撒腿就跑。卧槽，是黑瞎子！怎料杜立秋说完，竟掏出手叉子直接追了上去。唐山吓得头皮都麻了。立秋，回来，快回！3个壮汉进山打猎，怎料碰见黑瞎子招手妖魂，眼见好兄弟即将送入熊口，唐山情急之下举枪送天，砰的就是一枪。听到枪声，黑瞎子化为一道黑影，撒腿就跑。卧槽，是黑瞎子！怎料杜立秋说完，竟掏出手叉子直接追了上去。唐山吓得头皮都麻了。立秋，回来，快回来！陈志国也被黑瞎子招手妖魂吓迷糊了，撒腿就往唐山那里追。杜立秋听到唐山的叫喊停了下来。此时天色越来越昏暗，能见度极低。唐山小心的举枪瞄着四周。唐儿，你说闭嘴！唐山说着，冲着一团灌木砰的就是一枪。一声枪响过后，一棵树后的雪窝子里突然窜出黑漆漆的身影，直奔着唐山而来。唐山吓得一哆嗦。这只黑瞎子挨过枪，居然知道2枪之间会有间隔。唐山拉栓推弹，清脆的金属碰撞声让黑瞎子突然一个转折，又钻进了一片杂木林子里头。卧槽，这黑瞎子挺邪性啊！一旁的陈志国见这一幕，害怕的浑身直哆嗦。听说这种邪性的野牲口都是山神附体，不好招惹，要不咱回去吧？这黑瞎子确实邪性，走夜路的话，简直就是给他送食儿。走，先回去。唐山举着枪回到了老树跟前，接着搭了窝棚，又点了一堆火。匆匆的吃了饭之后，3人决定轮流守着火堆。唐山也睡不踏实，迷迷糊糊的时候，被守夜的陈志国给推醒了。唐儿，你听啥动静？唐山侧耳倾听，隐约听到外面传来嗯嗯的咳嗽声。深山老林，夜黑风高，却有人在棚子外面咳嗽，这动静谁听了不炸毛啊？唐儿，是不是有鬼啊？陈志国都快哭出来了。老光棍这么猛的火力，裤裆里被冷汗浸得一片冰凉。唐山也是阵阵头皮发麻，拎着枪凑到棚子边上，细细的听着，外头隐隐有人走动踩雪的咯吱声，就像有个人在
在外面故意整出动静，想让他们出去看一样。真要有能耐，你特么整个小孩哭出来，说不定能把我吓死。唐山拉栓上膛，听着声音传来的方向，真的就是一枪。一声枪响，外面隐隐传来一阵熊的低吼声，还有扑腾扑腾的奔跑声。听到这动静，唐山长长的松了口气。是那只邪性的黑瞎子，不是什么鬼怪。杜立秋听到枪响爬了起来，握着手叉子连问：咋了？咋了？堂儿咋了？这黑瞎子肯定成精了，肯定是被山神附体了。堂儿，咱走吧，要不然咱全都得撂在这。然而唐山很坚定地摇了摇头。什么黑瞎子成精？唐山不信，倒更愿意相信是这只黑瞎子报复心强，而且格外狡诈，整出点动静来，想把他们引出去咬死。甚至唐山可以肯定，这只黑瞎子是见过人的，很有可能还吃过人。从古到今都有一条铁律，吃过人的野兽一定要除掉。唐山不肯走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今天被这只邪性的黑瞎子吓破了胆子，以后自己就再也没有胆量进山了。就算进了山，疑神疑鬼的，反倒容易死在山里头。所以这一关他必须要过。我倒要看看，是这只黑瞎子邪性，还是我手中的真理更有说服力。被黑瞎子折腾这一通后，三人都不敢睡了，一直熬到天亮。三人同时长长的出了口气。走，猎熊去。走出棚子前方20米外的地方，有黑瞎子的脚印，还有一滩鲜血。看样子是昨晚上冒猛那一枪伤着了这只黑瞎子。黑瞎子受伤流了血，地上还有脚印，剩下的就只是循着踪迹一直追了。唐山战意十足，杜立秋背着大筐毫不畏惧地跟在后头。陈志国吓得哆嗦乱颤，偏偏自己又不敢跑，生怕被邪性的黑瞎子盯上自己，只能硬着头皮跟着。三人一口气追出去2里地，累得直喘。唐山喘着粗气坐到了树干上，想先歇一会，可是刚坐下就觉得不对劲。刚刚余光扫过的时候，树干另一侧没有血迹，也没有黑瞎子的脚印。唐山的头皮顿时就炸了毛，甚至听到了粗重的喘息声。我操，这只邪性的黑瞎子欺负我没带狗，在这里埋伏我呢。唐山下意识的一挺腰，倏溜一下就从树干上滑了下来。一阵带着腥气的风声响起，啪的一声，树干上搭了一只黑漆漆的大爪子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杜立秋怪叫一声，手叉子当飞镖，直接朝黑瞎子扔了过去。陈志国惨叫了一声，直接吓得趴到了地上。唐山就地一个翻滚，打开莫西内杆的保险，拉动枪栓，子弹上膛，金属碰撞的声音让黑瞎子发出一声。唐山翻身举枪，黑漆漆庞大的身体已经凌空压了上来，巨大的爪子奔着唐山的脑袋就来了。情急之下，唐山枪口顶到了黑瞎子的嘴里拢拢。一声清脆的枪响，黑瞎子后脑勺被打出拳大的洞来，巨大的爪子擦着唐山的耳朵拍到了地上，硕大的熊头直接砸到了唐山的胸口处，差点没把唐山砸死。堂儿，堂儿！杜立秋大叫着扑了上来，搬开熊头，把唐山拖了出来。唐山喘着粗气，揉着又疼又闷的胸口。没事，快开膛取胆。这只黑瞎子折腾了半天一宿，这熊胆还不得鼓得跟小皮球似的。杜立秋上前把400多斤的黑瞎子翻了过来，而陈志国还堆缩在地上起不来呢。这头黑瞎子肚子上挨了姚二一刀，挑出个大口子来，这一刀伤得挺重的。不过这头黑瞎子用干草、泥土搅和在一起，把肚子上的伤口塞住了。肩膀上一个新鲜的枪伤，那是昨天晚上唐山冒猛用枪打出来的。也亏得这一枪伤了他，让他挥爪扑杀的动作慢了一拍，否则的话，唐山直接就被拍死在树干上了。杜立秋十分麻利的开膛取胆，鼓溜溜的一颗大熊胆，可惜颜色泛黑，是一颗品质相当不错的铁胆。哎，要是昨天晚上把它裂了，肯定会得到一颗品质更好的铜胆，甚至搞一颗金胆都说不定。不过唐山已经很知足了，全部收拾完，收获了4个爪子。熊胆1颗，连骨带肉300来斤，这都收拾完了。陈志国还搁那坐着呢，到了近前一看，裤裆湿了好大一片，把棉裤冻在地上了。唐山和杜立秋一起伸手，把他从地上撕了起来。陈志国也不废话，默默的上前，卖着力的拖着黑瞎子，出了一身的汗，倒是把冻硬的裤子都化开了。三人来到镇上，囫囵个的一头黑瞎子，要长有长，要胆有胆，把黄胖子乐得满面红光。大兄弟，啥也不说了，1000块，1000块我全收了。唐山眉头一皱，1000块也差不多，不过不还一口价，他心里刺挠。唐山刚要喊个1200的时候，陈志国瞪着一双冒光的眼睛，连连点头。好，就1000块，赶紧抵钱。哎，大兄弟真痛快。黄胖子乐颠的赶紧点钱，生怕他们后悔。男人一口唾沫一个钉，唐山也不好反悔。只是不再打算带陈志国进山了。唐山给了陈志国340块，陈志国紧紧地握着手上的钱，又看了一眼有了媳妇的杜立秋。唐儿啊，这回多亏了你。是多亏了你，没你哪找得到这头黑瞎子啊？我是真后怕，差点咱仨就全栽在这些新玩意儿的爪子里了。我了，实在也不进山了。种点地也挺好的。种地发不了财呀，娶不上媳妇呀。我决定去满洲看看，听说跟洋人做生意挺赚钱的，说不定还能混个洋妹回来当媳妇呢。上集说到，唐山猎杀成了精的黑瞎子，转手卖了1000块，分了340块给陈志国后，回家见2条狗的伤也好的差不多，便打算带着进山溜一溜，主要是让胡子和大青狗一起打猎的时候学会配合。怎料还没进山，
胡庆春就派人捎话过来，让唐山过去一趟。到了董老师家，陈旺也在，桌上摆了好几个硬菜。胡庆春红光满面，拍着唐山肩膀说：“你小子天生就是巡山的料，正好上头组织围猎，你得去啊，要5、6办步。”围猎什么的，唐山没听清，5、6办可让他眼前一亮。5、6办用了还还不？当然要还。那算了吧，我那水莲珠用的挺好的。哈哈，等再过段时间，我给你搞把5、6办用用。说完，胡庆春便接着说起围猎的事，这也算是他上任之前烧的一把火。由牙林那边下文件，各林业局自行组织，在开春之前把村镇附近的野猪清理一次，保证春耕不被破坏。唐山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。野猪这东西祸起大地来，简直就是灾难。一头半大子野猪，一宿的功夫就能拱了10几亩地。我们这一片好猎人太少了，也就秦大棒和你拿得出手，另外还有几个老头子，但是老胳膊老腿的，用着也不放心。当然还有王老七他们这种人，也经常进山打猎，但一帮二流子，胡庆春更加不放心。这次集体围猎，上头也会专门拨一笔钱下来作为奖励。吃完喝完，胡庆春指着一箱子北大仓让唐山拿走。唐山也不客气，直接搬上自行车，摇摇晃晃的往回走。隔天一早就去找秦大棒，打算说围猎的事情了。集合，进攻暗影主宰。哟，秦爷在玩游戏呢？啥时候换新手机了？这手机挺贵吧？不贵，这是我在转转买的2手苹果14，才2800，比新机便宜2000多，而且经过转转官方验机，质量靠谱，上面的电脑也不错，买2手选转转就对了。唐山把围猎的事一说，然而秦大棒却皱起了眉头。唐儿啊，悠着点，可别把自己搭进去啊！这么多人一块猎野猪，怕个啥？进山抽山的人和心，马和道比啥都重要。一帮子民兵，别说5、6办，就算把大炮搬山里有啥用？到时候一拳就是几10头野猪，金猪跑起来，啥人不比你踩碎葫芦？这种围猎最容易死人了，反正我不跟别人一伙。秦大棒的态度很坚决，唐山也暗自警醒，普通人是没胆子进山的，谁知道碰着个野牲口就把命丢了。但现在有了官方的支持，男人的渔猎天赋瞬间就被激发了起来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数百名民兵打过几只兔子也敢称猎人的二五子，牵着狗，扛着枪一起进山。大队人马沿着向阳的山坡拉往市推进。唐山连狗都没牵，围猎圈猪一圈就是几10只，别说狗了，熊进去也要跪着出来。不远外，王老七、赖长庆等人拥簇着一个流里流气的小年轻走了过来。唐山眉头微微一皱，这人是镇上的赖子五谷良，这年头混黑的，其实就是靠耍横涉赌混日子，上不了什么台面。唐山转身要走，结果李自新快步跑了过来，一把拉住了唐山。小唐，你现在牛逼了，五哥叫你都装听不见了。五谷良背着一只弹匣很长的5、6冲走了过来。唐山，听说你挺猛啊，没少整黑瞎子啊，这回整几个熊掌，咱哥们儿一起喝点。这是围猎野猪的，上哪找黑瞎子去？小唐，你这是不给面子啊？我是不给你面子。就在这时，五谷良上前，伸手一把勾住唐山的脖子。行啊，唐儿，挣了2个逼子就抖起了，连咱哥们儿不放在眼里了是不是？唐山一仰头，甩开五谷良的手，又拉住一声不吭就要开干的杜立秋。五哥，咱压根就不是一路人，就别往一块走了，更别提什么哥不哥们的事。哎呦，唐儿，你现在这么牛逼了吗？想当初都搁这嘎啥呢？胡庆春的声音在众人身后响起。五谷良扭头看到胡庆春，赶紧熟络地笑了起来。哎呀，胡局，我寻思着等打完了猎，咱整点野猪肉，上我家喝点呢。你可拉倒吧，喝完酒你老婆还不让你跪3天搓衣板？只要能让胡局喝好，跪几天搓衣板都值了。滚蛋！胡庆春说完，向唐山一招手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你他妈天天恨不能长我家里头，这几天怎么这么老实呢？回头赶紧上家去，单位发了点水果，赶紧搬家去。姨父，家里有酒没？我瞅你像酒，想要酒找老陈去。听说他搞了好几箱南方酒，你去的时候给我也搬1箱。妥妥的。”胡庆春让众人赶紧跟上，然后又匆匆地走了。胡庆春一走，五谷良的脸马上就变了。别看胡庆春对他的态度很好，对唐山一副很恶劣没说好话的样子，可胡庆春那话是真拿唐山当晚辈的，特别是唐山那一身衣服，更是让五谷良摸不着头脑。五哥，我能走了吗？还是你在勾着我的脖子抽我2嘴巴子？你看你说啥呢？这不是跟你闹着玩吗？那没事，我先走了。唐山一走，五谷良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了起来。五哥，唐山啥逼样我还不知道吗？就是我们村。我去你妹的，妈的！要不是你们几个多了我特么能来跟他过不去。你们几个给我等着，我好不了，你们也别想好。五谷良还想去跟唐山套个近乎，但是唐山拉着杜立秋跟在最边角处，离他们远远的。这些人就不是来打猎的，而是来打自己黑枪的。随着大部队的前进，越来越多的野猪被圈了进来。唐山也没有想到，这一片的野猪居然这么多，200多头野猪，乌泱乌泱的一大片，其中不乏一些体重500多斤的巨型野猪。唐山看着也是暗暗心惊。一支5、6办的连发射击，一时间猪群中血花暴起，一头头野猪栽倒在地，枪声像爆豆似的响了起来。
几十头野猪在10几秒之内像被割麦子似的，血肉横飞着倒地。猪群经过短暂的慌乱之后，瞬间就炸了，纷纷喘着粗气胡乱狂奔。受伤的野猪一边跑一边嘶嚎，直到一头500多斤的大野猪嘶吼着向人群方向冲来。其他的野猪好像也有了方向，跟着这头大野猪形成一股黑潮向人群冲来。看着一群黑压压的野猪集体冲了过来，唐山的头皮都炸了。不知多少人瞄着那头领头的大野猪开火，而那头大野猪好像天命在身一样，子弹嗖嗖的从那头大野猪的身边掠过，后头跟着的野猪一头头的栽倒，而这头野猪居然毫发未伤。唐山赶紧举起步枪，瞄着领头的大野猪，果断扣动扳机，相距不过40-50米，10拿9稳的一枪。结果就在唐山开枪的时候，一头野猪往前窜了一截，刚好挡住了子弹，而天命之猪毫发未伤。就在这时，一发子弹很精准的蹭过天命之猪的头皮，天命之猪脑袋一歪，冲锋的角度一偏，然后率领猪群直愣愣的奔着唐山就来了。唐山已经可以看清这头天命之猪通红的眼睛，巡山赶海的多少也会迷信一些。这头大野猪顶着枪林弹雨毫发未伤，唐山开了一枪，另一枪是秦大棒打的，2个专业的猎人2枪也没能伤其分毫。唐山心中直颤呼，我操，这猪有点邪门啊！上百号人集体进山围猎，怎料200多头的野猪群中竟出现一只猪王，数十名民兵对着狂奔的野猪群开火，而猪王竟毫发未伤。我操，这猪有点邪门啊！唐山再次拉栓上膛，瞄的却是天命之猪身后的猪群。唐山接连开枪，4发子弹放翻4头野猪，而这时猪群也冲到身前不到20米的距离。唐山怪叫一声，拽着杜立秋躲到了树后面。天命之猪带着一股腥风，擦着大树呼啸而过，猪群紧跟其后。唐山喘着粗气向枪里压着子弹，锁膛之后一抬眼，就见杜立秋兴奋地举着手叉子，探出半个身子。我操，立秋别犯火！唐山大惊，伸手拽了杜立秋一把，一头300多斤的老母猪飞掠而过，杜立秋的手叉子横着划在老母猪的肋侧，母猪的身侧爆起一片鲜血。高速冲刺之下，杜立秋也被这股冲力带着摔了出去。唐山紧紧地拽着杜立秋的衣服，将他拖了回来，衣服都碎了。野猪隆隆地奔过，那头老母猪倒在地上被踩得稀巴烂，都快要踩成相片了。立秋，没事吧？嘿嘿，我没事。唐山见他真没什么事的样子，这才稍稍放心，再次举枪。野猪从身边经过的时候，果断开枪，一枪一个，犹如枪神在世。然而唐山兴奋的再一次压弹的时候，一道道火线在他身体四周掠过，野猪群从唐山他们身边经过，2五子猎人追着野猪走，完全忘了这里还有人。操，这里有人！唐山嘶吼着，拽着杜立秋连忙趴到地上，地面不停地震动着，直到震动声远去，唐山才心有余悸地抬起头来，遍地猪尸，血流成河。远处胡庆春铁青着脸，不停地叫骂着奔了过来，一把拽起了唐山。唐儿，有事没？就差一点，就差一点。唐山看了看衣服上被子弹划过烧焦的2个洞，一个在肋下，一个在裆部。唐山吓得赶紧拽开裤子一看，还好枪是枪弹是弹。我操的，哪个瘪犊子开的枪？刚刚实在是太乱了，怎么知道是谁开的枪？这么乱，想找人都没得找。就在这时，秦大棒跑了过来，脸色变得极为难看。唐儿，我看王老七举枪的时候就是冲你来的。唐山一脸阴狠地向王老七望去，脑子里想了10几种方法把他留在山里头。唐儿，冷静一点，这条路一旦走岔皮了，可就再也拐不回来了。王老七被唐山阴狠的目光吓得脸都绿了，背着枪赶紧向外头跑去。胡庆春气得直打哆嗦，打野猪要是打死了人，那他这个官还当不当了？行了，小唐，这事儿你别管了，你看姨夫咋办他就完了。左右不能让姨夫你为难。我为难他妈了个一个小混子，我特么收拾不死他。胡庆春气哼哼地走了，唐山领着杜立秋接着干活。这一次打死了100多头野猪，有得忙，开枪猎猪谁都乐意干，但是轮到开膛放血这种埋汰的力气活，不少人偷奸耍滑磨洋工，别人能偷懒，但唐山不能。长眼睛都看得出来，唐山跟胡庆春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好。如果唐山偷懒的话，那不相当于给胡庆春上眼药吗？活了2辈子，唐山这点事儿都不明白，干脆一头撞死算了。100多头野猪也收拾出好几吨肉来。后边的人赶着马拉爬犁过来，把猪肉向爬犁上一装，一众人得胜而归。唐山和秦大棒在后头走着，秦大棒接连看了唐山好几眼。咋？对那头大野猪有想法？秦爷，那头野猪有点邪性啊，是得把那头野猪打下来，要不然的话，咱这几个村可就遭殃了。啥意思呢？他还敢进村霍霍？干啥都怕有领头的。咱这次围猎，把野猪逼急了，居然逼出一头猪王来。那头大野猪带着上百头野猪跑了，往后他就是王。在这林子里头，带着几百头野猪，就算是山居碰着，也得远远的躲开。山军老虎啊，咱这有老虎吗？
有啊，早年里打过好几头呢，不过现在少了，都在老林子最深处，轻易碰不着。堂儿啊，你说要是猪王趁着春耕的时候，带着几百头野猪进城那么一霍，这画面不敢想象，我绝收了这个猪王的。其实对于唐山而言，一定要猎了这头猪王的原因，是他亲眼看到那头野猪称王，猎人的血液都沸腾了起来。什么打了野猪保护村子的农田，那都是借口。只有男人，或者说雄性骨子里的血气，他要与这个野猪中的王者既分高下，也决生死。就在唐山和秦大棒上公路时，一辆212吉普车停了下来。胡庆春从车上探头问道：“唐儿，你家有狗，能追人不？”“能。”“赶紧上车，去你家接狗。”“唐儿，你快去吧，我送立秋回去。”唐山赶紧上了车，车子嗖嗖的窜了出去。到家后，唐山顾不上跟家人打招呼，牵了胡子就上了车。姨父，啥事啊？他在那边出了案子。森井的狼狗最近又闹毛病，所以就求到咱这来了。森井的狼狗闹毛病也是赖长庆霍霍的吧？森井队的中队长都说了，赖长庆要是再到森井队去，就把他的腿打折了塞屁眼子里去。还有那个王老七，我不拘他半拉月，我他妈就不姓胡。姨父，他这种拘了也没用，就是以后不能让他碰枪了，这种人太危险了，2次跟我要动枪，万一哪天真把人崩了。胡庆春的脸变得阴沉了起来，这地方能搞到枪的，几乎都跟林业局有关系。真出了事儿，他胡庆春跑不了。来到塔寨村，村子把头的一户人家，围了老大一群人，门口用麻绳绕了一圈，相当于警戒线了。陈旺站在人群中，一脸的愁苦，见到唐山牵着狗下来了，赶紧上前说：“唐儿，撒愣的，让你家狗找找线索。”“陈叔，那你得让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啊。”“找谁啊？”“找这家的女婿田大江，这毒死真特么狠，把老丈人、丈母娘、小姨子、老婆、孩子5口人全都杀了，每个人都被砍了17、8刀，特别是他老婆是被处刑式的砍死的，法医说是前天夜里杀的，这回都冻得梆梆硬了。”唐山也闻到了空气中的血腥味，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。这得是多大的仇啊，才会干出这么凶残的事情来？上集说到，100号人进山围猎，打掉100多只野猪，众人拖着好几吨猪肉大获而归后，怎料唐山又遇一家5口惨遭灭门案。这毒死真特么狠，把老丈人、丈母娘、小姨子、老婆、孩子5口人全都杀了，法医说是前天夜里杀的，这回都冻得梆梆硬了。村里人都说田大江是个老实人，爹妈死得早，这老哥相当于是上门女婿，结果这一家子把他给欺负了，家里家外的活全是他干，而且老婆还不正经，家里孩子明眼人一看就不是他的种。田大江还不能问，因为一家子就打他，大冬天的赶到猪圈里去，搂着猪才能落下去。说着，陈旺眼中闪过一抹痛快的神色。前天晚上人有听到他家有争吵声，还以为是又打架了，谁知道昨天这一家子都没出来过，有人好心过来看了一眼，才发现人都死了，这才报了警。村里还有好几个男人都卷铺盖跑了，生怕田大江再都头杀回来。唐山听得汗毛直竖，难怪这老实人能干出这么丧心病狂的事情来，换我也忍不了这口气。随后唐山牵着胡子进了屋，血肉横飞的场面他见多了，可是横飞的是人肉，一般人还真受不了。唐山赶紧退了出来，强压着呕意。陈叔，我就不进去了，你找件田大江的衣服，让我家胡子闻闻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人。没有，没有是啥意思啊？村里人说田大江一年到头就那么一套衣服，这些年都没人见他换过衣服。我操，这一家子也太过分了吧！就算把人当牛马，也没有这么当的吧？这活唐山不想干了，要是真把田大江追了出来，感觉自己很缺德。不过民警还是找到了一个衣服碎片，胡子闻了之后，满村转悠，然后一直向村后跑，一直跑到了老林子里头。现在用不着胡子再追了，看着地上的脚印就知道是田大江进了山，人进了老林子，要把人找出来，除非动员几万人搜山，还未必能成功。这个案子甭管多恶劣，也只能先撂下了。回家后，唐山看了看大青狗，大青狗皮肉虽然已经长上了，但是伤口没好利索，万一用力过猛再把肠子蹦出来，可就真就不活了。唐山只得带着胡子再次进山，看着一旁软脚虾一样的杜立秋，气得给了他一脚。你他妈是真拿这事当饭吃啊？比饭好吃啊！堂儿，我跟你讲，俺家3爷那叫一个。闭嘴闭嘴，瞅你那没出息的样，天天有3丫暖被窝，我还要啥出息啊？不对，老八头呢？老鸡灯天天跟老张头睡一铺炕也不回来，不知道咋想的。老八头这是给他们在藏地方啊！再这么下去，怕是等不到春耕结婚，秋后崽子都要出来了。一场大围猎，林子里猪都跑了。虽然猪成群了之后，猪多力量大，但是猪多了，心思也就杂了。猪王想统帅群猪，就必须要把大部分猪都照顾到，才能当老大。有了拖后腿的，就再也跑不远了。唐山追着那一大片蹄印，再有胡子帮忙，绕过2座山谷之后，蹄印新鲜，两人再翻过一片山坡时，突然听到了几声枪响。紧跟着隆隆的轰鸣声传来，一头6、700斤无比雄壮的大野猪，身上喷洒着鲜血，率领着200多头野猪迎面而来。这才围猎的几天，
猪王的族群居然又壮大了。杜立秋嗷嗷的叫着，拽出手叉子。这个距离，就算一枪爆头崩了猪王，也会被其他的野猪撞翻，踩成相片。杜立秋，你个大傻叉，快上树啊！唐山大叫着，把胡子向脖子上一搭，抱着一棵腿粗的柳树蹭蹭的往上爬。杜立秋扔了手叉子，想去爬树，可是来不及了。领头的大野猪距离杜立秋不到20米远，转瞬即至。唐山绝望的嘶吼着：“立秋 ，Go Go Go！” 杜立秋蒙头一个咕噜，滚进了旁边一个控山水冲出来的小沟里。黑压压的猪群隆隆而过，唐山跳下树，把卡在沟里的杜立秋薅了出来。就在这时，远处几个人快步跑了过来。唐山看到了五谷良和赖长庆，身边还跟着2个穿着袍皮衣服、背着5、6瓣的鄂伦春猎人。这俩猎人都是一身的酒气，趁着停下的功夫，从皮袍子里掏出瓶装的北大仓，狠狠地灌了2口。五谷良自来熟地走到唐山跟前：“嘿，到底是猪王好，把这俩鄂伦春请来，居然也没打死他。”之前胡庆春已经不止一次向唐山抱怨，林业局领导这是请了俩活爹回来，上回让他们来猎伐区的黑瞎子。这俩活爹在招待所天天喝，结果黑瞎子被唐山猎了，这俩活爹就赖在这不走了，天天要酒喝。唐山看着已经醉醺醺的鄂伦春猎人，忍不住问道：“你咋把他们请来的？2箱北大仓才把他们请动。”唐山扑哧一声就笑出来了。得嘞，这俩活爹算是找着新儿子了。唐山是真的不想招惹这俩活爹，礼节性的说了2句话后，赶紧跑路。回家途中顺手猎了几只小松鼠。唐大山看着俩人狼狈的样，不由问道：“碰着猪王了？”“碰着了，没打成。赖长庆请了俩鄂伦春猎人出手了。”“那可惜了，这帮山里来的都贼拉厉害。”唐大山叹道：“他曾经也是半个猎人，碰到猪王这种百年一遇的王者，任何猎人都会热血沸腾。可惜啥呀？那俩鄂伦春喝多了，打了2枪，就留下一条血沟。我看呢，不致命。”就在这时，齐三丫也来了。李淑华赶紧迎了上去，拽着齐三丫进了屋，教他怎么扒松鼠皮。一张松鼠皮就20-30块，划出个洞来就贬值10块，这可是个技术活。明天赶紧把皮子卖了，卖出的钱刚好够立秋结婚用。结婚？啥时候的事儿啊？人家清清白白一个大姑娘，跟立秋这么不清不楚的住一块，人家脸都不要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关我什么事儿啊？又不是我跟着一块住的。赶紧把婚结了，正经的两口子，正经过日子。他家那小破房，这不是问题。老八头昨天跟我说了，他在老张头那住，等着春种完了，房子盖完了再搬回来。那行。隔天卖完松鼠皮后，现在手上有了钱，杜立秋可以结婚了。这年头结婚没那么复杂，买几身衣裳，扯个结婚证，拍张照片，双方家庭的重要成员聚在一起胡吃海塞，共同见证一番，就算礼成了。结婚当天，杜立秋打进了洞房就没出来过。第2天，天空下起了鹅毛一般的大雪。开春之前，大雪封山又堵门，这种天气自然要在家里猫冬。唐山一家子坐在炕上闲聊着，就在这时，外头响起了敲门声。李淑华刚开门，一瞬间，一个人便直挺挺地摔了进来。妈呀！唐山赶紧冲了过去，把栽倒的人扶了起来。妈呀，是秦奶！唐山赶紧把秦老太太抱到了炕上，一碗加了红糖，热腾腾的将汤灌了下去。差点冻死的老太太终于回了魂儿。唐儿，当老婆子个忙，救救俺家老头子吧。秦爷咋了？那从老头子上回围里回来，就心念着那只猪王。前几天你没打着，他还笑话年轻人嘴上无毛，办事不牢。前天他牵着壮壮进了山，要去打那只猪王，可到现在都没回来。这又大雪封山，老头子死就死了，可是好歹让他囫囵个回来，让俺有个坟头能看得着啊。这老当多大岁了，自己没点数吗？咋这么不让人省心？2个男人2只狗背着莫西那干净深山。上集说到，秦大棒孤身一人进山猎猪王，怎料却遇大雪封山。唐儿，你说秦大棒不会死在山里头了吧？秦大棒对唐山有送狗之意，受益之恩，叫一声师傅也不为过。唐山没有说话，而脑子里把这片大山勾出个大概的轮廓来，圈出3个山沟的位置。这么大的雪，野猪又成群，想找吃的，只能去这几处避风雪的山谷。秦大棒是老猎人了，没道理不知道。然而这么大的范围，这么大的雪，可不是3-2天就能走完的。唐山尽量挑避风的地方走。就在这时，杜立秋突然叫了起来：“唐儿，你看这脚印是不是老虎？”雪壳子上一个硕大的梅花状脚印。唐山仔细地观察了一下，不对，不是老虎，老虎的脚印可没这么小，得有咱鞋这么大才对。那这是啥？猞猁吗？也不是，猞猁可长不了这么大，这是花豹。杜立秋直接兴奋地大叫道：“趁着雪上脚印清楚追啊！你枪打准点，一张好瓶子，咱直接万元户了。”唐山看着这十分新鲜，还不到半天的脚印也为之心动，找到他开一枪，直接就是万元户。可再看这白茫茫的雪，黑乎乎的山林，再想到秦大棒在雪窝子里哀嚎，甚至被冻死的场景，唐山搓了搓脸。老子重生一回，可不是为了当金钱的奴隶，上辈子牛马当的够够的了，这辈子我只为情，只为义，只为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啊！
走，找秦爷去。你要想打花豹，枪给你。唐山说完，直勾勾的看着杜立秋。你都不去，我去干啥呀？找秦爷就找秦爷呗，你这么瞅我干啥？唐山哑然失笑，自己居然想是杜立秋的猩猩，那不是脑子进水了吗？唐山哈哈一笑，伸手勾住了杜立秋的肩膀。然而杜立秋那张大脸盘子却揪揪着，过了好一会才说：唐儿子，你要真憋得慌，我家三丫，我瞅着三丫那样，他也乐意，我在门口给你们守着。我操，你这虎逼能再虎一点不？唐儿，你不对劲，前些日子我听说男人憋得狠了，连男人都不放过。我特么胡子大青，咬他，咬死他，薅他卡巴裤，杀！唐山气得怒吼一声，胡子和大青狗呲着牙奔着杜立秋就扑了上去。杜立秋被两条狗好顿咬，不过这狗通人性，也不会下死口。唐山气得连午饭都没吃，闷头赶路。就在这时，两条狗扑棱一下，一边抽着鼻子一边向前窜去。唐山赶紧将莫辛纳甘抓到手上，追着两条狗冲了出去。而在对面避风的山谷里，乌压压的一大片野猪，把这山谷里拱得乱七八糟，黑白混杂。一头如山一般的大野猪在前面淌着血，后头跟着200多头大小各异的野猪。不过唐山没空管这头大野猪，而是不停地扫视着四周，寻找着秦爷。妈的，下次再去现场一定要搞个望远镜回来。唐儿，微弱的声音从侧方传来。唐山一扭头，就见一个人头缩回了雪洞里。唐山几个翻滚咕噜到了雪洞里头，杜立秋也跟着滚了进来。唐儿，我的手冻坏了，开枪，快开枪！唐山看着冻得缩成一团的秦大棒子，忍不住怒吼道：大棒子，你疯了！猪王，那可是猪王，独立猪王！我心里不痛快，壮壮被他挑了，我又追了他2天，我的手冻住了，我的枪也冻住了。你来开，你这一枪打出去，我心里也痛快。说着，秦爷的眼中带着疯狂的神色。猎人一辈子就这么一次机会，唐儿啊，一辈子就一次王见王的机会啊！秦爷说着，用胳膊顶着唐山扑到了洞口处。100米之外的野猪王，在唐山的眼中越放越大，举枪瞄准，深呼气，扣动扳机。在这一瞬间，唐山清楚地听到枪栓撞针在弹簧的推动下撞击，子弹抵火。莫辛内干打的是全威力步枪弹，100米距离，忽略一切外在条件，3.1线变好。唐山这一枪直接让野猪王一个横甩栽倒在地，漂亮！然而那头野猪王居然挣扎着起身，然后撒腿狂奔，猪群也跟着野猪王一起狂奔。大雪中，雪沫瞬间便扬起10几米，啥也看不着了。我打中猪头了，我肯定打中猪头了，脑袋都打碎了，我看得很清楚。唐儿，不可能，脑袋都打碎了，他怎么可能还活着？这就是天命之猪的强大吗？唐儿啊！秦大棒虚弱的声音终于将唐山颤悠悠的魂叫了回来。立秋，快生火，熬姜汤。杜立秋应了一声，奔出雪窝子去找柴火。没事，脚没事。老婆子用花鼠子皮给我做的袜子没冻着，就是这手冻着，你拿雪给我搓搓。秦大棒的10根手指头已经冻得惨白，像冰溜子似的半透明了。情急之下，唐山把裤子一拽，将秦爷的双手塞到了卡巴裆里，瞬间冻得唐山嗷的一声。你还别笑话，男人身体温度最高，保温效果最好，热循环最快的地方绝对是裤裆。秦爷看着一脸痛苦的唐山，嘿嘿一笑：你个小逼崽子，邻家的闺女往后有福了。秦爷，你这10根手指头能剩几根都不好说，还有心情跟我开这玩笑？这是我活该，不立志猪王，我心里不痛快。倒是你咋找来的？是你家老婆子趟着1米来深的雪找到家里来的，她差点冻死。妈呀，老婆子咋样？塞热炕上喝了姜汤，我爹妈盯着呢，死不了。你说你个老鸡灯，老胳膊老腿的，能不能让人省点心啊？你个小逼崽子，倒反天罡了是不是？都这个时候了，还啥反不反天罡的？秦奶就没指望你活着，只想让我把你囫囵个地带回去，我能打个翻摔个盆，把你送到坟住地里去。你呀，打翻摔盆，我的本事8成都是你教的，说破了天也是师徒关系。你一个孤老棒子，死了我不送谁送？唐山的话让秦爷的胡子都颤抖了。这人呢，最怕死了没人管。唐山这一句话让无儿无女的秦爷眼泪差点掉了下来。真要这样，等你秦奶死了，我家房子和地都给你了。别的我可不种地，这农活我是干得够的了。行，咱不种地，我还有点绝活的，一起交给你。就在这时，杜立秋也拖来枯木，生火融雪化水，等一锅姜汤熬好之后，唐山也把秦爷的手从裤裆里掏了出来。秦爷也不交情，甩了甩变得通红、麻木又刺痛的双手，笑道：这味儿正啊，小火旺啊。秦爷说着，端起锅就开始喝。唐山又烧了一些温水，让秦爷把双手泡到水里暖着。秦大棒被冻得不轻，又上了年纪，不可能像2个小伙子一样趟着雪回去。唐山出去找来一块树皮，绑到爬犁的下面，再用袍子皮把老头裹得紧紧的，把人往爬犁上一放，2个小伙2条狗一起拖着。幸好大雪过后晴空万里，
就是山里的寒风，卷着雪粒子打得脸生疼。刚进村，就见齐三丫已经等在村后进林子的小路上了。你不老实在家待着，出来干啥？娘们惦记你，你急啥眼？我怕他冻着了。有屁不会好好放啊！赶紧回，冻死了个屁的！我烧了2大锅水，赶紧回去泡个热水澡吧。仨人到了杜立秋家，进屋二话不说，先把秦爷扒了个精光扔到12任的大锅里。齐三丫则跑去通知秦老太太，这2天可把老太太愁坏了。唐山和杜立秋也扒光衣服泡到了热水里头，这一趟太折腾了，不把寒气拔出来，感冒发烧是小事，可是会做下病根的。然而就在3人泡完澡准备起身穿衣服时，门突然被撞开了，秦老太太冲了进来，随后李淑华、唐大山、齐三丫还有老八头林志强一家子也冲了进来，林秀儿直接挤到了最前面。唐山情急之下拽了灶台上的2块抹布，一块挡秦爷，一块挡杜立秋。秀儿可是我亲媳妇，看着点啥还不会成这。男人趴在雪地里，握着莫辛纳甘，瞄着100米之外的野猪王。100米距离，莫辛纳甘忽略一切外在条件，3点一线变好。漂亮！然而那头野猪王居然挣扎着起身，然后撒腿狂奔，猪群也跟着猪王一起狂奔。我打中猪头了，脑袋都打碎了，我看得很清楚。糖儿，不可能，脑袋都打碎了，他怎么可能还活着？难道这就是天命之猪的强大吗？不过唐山此行并不是猎猪王，而是救秦大棒。看着地上快冻成冰雕的秦大棒，唐山赶紧用袍子皮把它裹得紧紧的，然后往爬犁上一放，拖着就往回走。秦大棒大难不死，众人齐聚老唐家，一顿胡吃海塞。二哥，你明天进山打猎，带我一个呗。行，明天带你进山。你敢带你弟进山试试？这么大的雪进啥山啊？到老柳林子边围点沙半斤啥的，咱自己家吃。那去吧。哥，我想猎黑瞎子。我瞅你像黑瞎子。隔天，唐山领着唐树和杜立秋直奔老柳林子边走去。杜立秋走路直打飘，2条腿像钻了筋似的。唐儿，我跟你说，闭嘴！泡子老柳林快到了，别惊着沙半斤。沙半斤可以理解为小一点的野鸡，每只都有半斤左右。不过这家伙视力不好，脑子也不太好。3人套上白面袋子，就露出2只眼睛，再往地上撒上泡过酒的碎苞米碴子。3人全在被封的地方，看着几十只沙半斤在那吃食。趁着沙半斤在吃食，我最近买了新手机，攒先刷换视频。大家买了新的，旧的都怎么处理？我那台小米14找转转上门回收了3200多，价格公道，打钱又快又干脆。而且现在转转不只收手机，还支持上百种品类回收。我姐的 LV 包都是在上面买的。趁着旧的还值钱，赶紧找转转回收就对了。随后唐山一声令下，3人掀开面袋子冲了出来，几十只沙半斤扑腾着翅膀想飞想跑，可是酒意上头，栽歪歪的跑不动，索性一脑袋砸到了雪壳子里，来个眼不见心不烦。3人不慌不忙，像拔萝卜似的把沙半斤一只只的从雪壳子里拔出来，拔完后数了数，竟足足有46只。哥，咱去猎黑瞎子吧。我瞅你像黑瞎子，这里刚过大河，连村子那么近，哪来的黑瞎子？然而唐山话音未落，一声低沉的嘶吼声传来，唐叔的眼睛嘚的一下就亮了，把莫西内干一甩，黑瞎子，有黑瞎子！唐叔叫唤着，就向传来声音的方向跑。唐山几个箭步上前，揪着他的后脖领子，将他甩到了身后。侧耳倾听，隐隐听到了狗叫声，还有人的惨叫声。刚刚大雪封山，黑瞎子就算饿死也要接着蹲仓，只有一种可能，有人开仓了，而且还失败了。我们走，立秋，护好唐树。唐山说着，抢过步枪，快步向前跑去。刚刚穿过一片林子，就见一头500多斤的黑瞎子人立而起，勾着一条大黄狗向屁股底下一坐，大黄狗惨叫一声，当场就没了气。一个中年男人满身是血，一边踉跄的跑着，一边向绝把子里塞着子弹。还没等中年男人把枪合上，大黑瞎子怒吼一声，一个前扑，将男人扑翻在地，一口叼住他的大腿。一个中年男人满身是血，一边踉跄的跑着，一边向绝把子里塞着子弹。还没等中年男人把枪合上，大黑瞎子怒吼一声，一个前扑，将男人扑翻在地，一口叼住他的大腿，噗的一下把人甩起10几米高来，鲜血飞洒中，扑通一声掉到了大雪窝子里头。黑瞎子的嘴上叼着一块肉，舌头一卷就吞了下去。吃了肉的黑瞎子眼珠子都泛红了，扑通通的向雪窝处扑去。唐山离得还远，情急之下拉栓上膛，冲天砰的就是一枪。然而这一枪只是让黑瞎子受惊，掉头跑了2步后，又愤怒的死。掉头又杀了回来。这只黑瞎子已经怒到了极点，唐山赶不过去了，只能隔着100来米的距离再一次架枪瞄准。黑瞎子被唐山这一枪打了个跟头，脑袋砸到了雪窝子里，咬着男人的肩膀将他从雪窝子里拖了出来。现在人与熊这么近，唐山也不敢再开枪了。倒是中年男人真特么有刚儿，惨叫着将撅把子顶到了黑瞎子的下巴上，砰的一枪，大黑瞎子的天灵盖都掀飞了，一个倒仰摔在地上，男人也被甩了出去，趴在地上不动弹了。唐山快步上前，在20米开外
冲着黑瞎子心口处又补了一枪，这才快步跑过去救人。唐山把人一翻过来，直接吓了一跳，半张脸被黑瞎子舔掉了，腿肚子被撕下老大一块肉，骨头都被咬碎了。唐山赶紧从包里掏出从老妖帮子那里拿来的人狗通用的外伤药，全都呼到了他的伤口处。我是下岭村赵山河，快去熊胆！说完，赵山河便白眼一翻，昏死了过去。然而唐山听到这个名字，却是微微一愣。这赵山河可是名人啊，下岭村第一个和别人换老婆的人。现在可不是八卦的时候，唐山赶紧扎草爬犁，杜立秋也手脚麻利的给黑瞎子开膛取胆。小皮球一样的熊胆被取出来，熊胆清里透亮，泛着淡金色的铜光，这可是一颗上好的铜胆啊！我操，这熊胆比我第一次出手那头人熊出的胆品质都要好几分，就这个玩意卖1000块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再点点脚1500也不是不可能。只取了熊胆，连熊掌都没有来得及取，先救人要紧，这是猎人入山的准则，人命大过天。亏得这里离村近，到了村上，唐山套上驴车把人往镇卫生院送，同时托人去下岭村报信。到了镇卫生院，刚把人安顿好，一个面容姣好的妇女便冲进来，扑到赵山河的身上就哭。这可咋整？哪来的钱治伤啊？老嫂子，你别急，赵哥还猎了一头熊，这熊胆值些钱，你要是放心的话，我带你把它卖了，咱也够赵哥的医药费了。行，赶紧卖，现在就去。这换来的老婆也挺好的呀，居然没贪财，也没嫌弃赵山河就此废了残了，主要是那张脸被黑瞎子舔了一口，算是彻底破相了。唐山领着女人到了黄胖子那，熊胆一亮，这犊子眼珠子都亮了。800。女人刚要点头同意，却看到唐山的脸阴沉着，又赶紧闭了嘴。1000、1200，兄弟，这个价值了，真值了。看好了，这是上好的铜胆，翻遍大兴安岭也找不出几个来。你就算去县里卖水，也不会超过1100。大兄弟，我真的很有诚意了。1500。少一个字，我就卖供敲社，差多少我给老嫂子补上。卧槽，你这小子损人不利己，图个啥？其实唐山啥也不图，就图这辈子活得爽利痛快。黄胖子疼得心里直哆嗦，还是痛快的点了钱。厚厚的医疗钱到了手上，女人总算是长出了一口气，赶紧去卫生院把费用补上。你是不是挺瞧不起我们的啊？这话从哪说的呀？赵山河跟人换了媳妇，都成大笑话了。可别，那是你们乐意。这人啊，得配得上才行。山河那方面的需求，哎，这可不行说呀，这内容收费的，说可以，但别描述细节呀。他老婆受不了，可是我呢？我之前那个男人天天喊累，我也难受，正好我们碰上了，每天还喝了点酒。你的意思，你们4个？呐，然后索性就换了，稀里糊涂的就过吧，过得还挺好的，别人乐意笑话就笑话吧。厉害！上集说到，猎人赵山河单挑400斤的黑瞎子，被黑瞎子一口咬住肩膀后，情急之下顶着黑瞎子的下巴搂了。快去熊胆！男人受伤严重，唐山简单处理一下伤口后，便往镇卫生院送。安顿好又急忙忙的回家，带上杜立秋和唐大山去搬那只黑瞎子去了。几百斤的肉呢，可不能浪费了。一头拆解后的黑瞎子，连皮带肉300多斤被拖了回来。唐山把熊肉留下一半放到雪堆里冻上，那是属于赵山河的，剩下的一半属于自己的。哪怕这只熊是赵山河猎的，自己帮忙救人，说破了天也该有自己的一半。唐山刚把熊肉放上自行车，准备往镇上走时，却被老妈李淑华给叫住。熊肉明天再去卖，待会儿生产队要抓阄分地了，按人头，每人能分8亩地呢。李淑华兴奋地说着，可唐山一点都不兴奋，一点都不想种地，不管干啥都比跑土收益大。来到生产队，唐山就看到老丈人丈母娘拉着小舅子，又热切又紧张。再看看在人群后面踮着脚张望的林秀儿，顿时眼珠子一转，有了主意。老妈，我肚子疼，要回家一趟，你替我抓到了呗。上我屎尿多的懒蛋，赶快滚犊子！随后唐山跑到人群后面拉着林秀儿，偷偷的跑了。张秀春倒是看到了，犹豫了一下，最终还是长长的叹了口气，啥也没说。村子里的人都集中到了生产队，林秀儿知道要发生什么，紧张的鼻尖都出汗了。来到林秀儿家，唐山咣当一声把大门关上，林秀儿的眼前都有些发黑了。唐山握住她手的时候，她一个机灵，我去洗洗。我跟你讲，这种事情是有讲究的。你怎么这么不正经？越不正经越好。难不成还一边那啥，一边高唱我们是接班人吗？抓完阄回来的张秀春这一家3口，隐约听着屋内动静了，却连门窗都不敢敲。不行，我得去敲门。我的祖宗哎，这种事儿一个当爹的咋出面？那你去。我才不去，平白让姑爷子记恨。妈，姐在屋里干啥呢？是不是唐山在打姐姐？她咋还哭了呢？张秀春看着儿子哭唧唧的模样，更来气了，狠狠地往屁股上踢了一脚。完蛋玩意儿，你姐被欺负了，进屋揍姓唐的。林东咧着嘴就是个哭，脑子里尽是被唐山支配的恐惧。老林，往好了想。不，我他妈！林志强没吭声，黑着脸去推门，咣当的推门声让林秀儿嗖的一下从炕上跳了起来，急得都快哭了。都怪唐山，这下好了，被堵被窝子了。唐山事儿都干了，还怕你这个？拍了拍衣服，
大模大样的去开了门，一家三口没事人似的进了屋。林志强阴沉着脸，唐山直接掏出阿诗玛递了上去。爸，抽根好的。妈，我饿了。还没结婚呢，就爸啊妈啊的，让人听了还不笑话。这不都订婚了吗？咋，妈你要悔婚啊？你这死孩子崽子胡咧咧个啥？啥叫我悔婚？还要我嫁给你啊？滚一边子去！我去做饭。张秀春一狠心，把留着开春下蛋的老母鸡都宰了一只。唐山吃了个肚圆，还喝了老丈人藏了10年的北大荒。吃饱喝足，唐山也没有要走的意思。咋，你还想在家住啊？爸，要不我和秀儿住一屋？就在林志强要爆发的时候，唐山乖乖的跑了。林秀儿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再看老爸那阴沉的脸，赶紧把笑憋了回去。这他妈的，这叫什么事儿吗？隔天一早，唐山神清气爽，骑着自行车带上杜立秋，拖着熊肉就往镇上走。100多斤熊肉，进账130。兄弟，给搞蟑螂皮杯，要囫囵个的皮筒子。我瞅你像狼，我上哪找狼去？汤儿，你可是咱镇上最牛逼的猎人了，你居然不知道这事？啥事？大泥沟那边来了一群狼，霍霍了不少东西，还把一个放羊的小孩叼跑了，吃了个啥也不剩。有这事儿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你问问呗。行，真有狼的话，我给你整几个狼皮筒子，先说价，再干活。200块，我特么自己留着做狼皮褥子。别呀，狼跟别的玩意不一样，碰着不懂行的，拿狗皮都能唬弄。那你拿狗皮好了。350总行了吧？我真的不挣钱了。再说了，这玩意儿除了卖我，人家供销社都不要的。唐山觉得这回靠谱了，只是回去的时候，杜立秋却忧心忡忡的。唐儿子，要不咱别打狼了？咋呢？你圣母啊？我听说狼这玩意邪性还记仇，打了一个，整个狼群都会往死了霍霍咱。你可拉倒吧！啥玩意儿有拿着枪的恐怖直立员记仇啊？他敢进村霍霍，那不是自己送狼皮吗？要说邪性，咱这地方胡黄长柳灰大耗子都能成精，谁听说有狼成精啊？嘿嘿，也是哈。一个皮筒子350，这钱你挣不挣吧？挣，必须挣啊！不挣是王八犊子。这个世上没有什么是比穷更可怕的。随后，唐山带上杜立秋到秦大棒家，把大泥村被狼群堵村的事儿一说。秦大棒一拍大腿。哪有那么邪乎？狼确实把个孩子叼走了，不过被人看到了，把牛赶了过去，把狼吓跑了，孩子救了下来。昨天大泥村的村长来找我了，我呀打不动喽。秦大棒说着，伸出他一双手，10根手指头保住了，但是红肿的厉害，还不停地颤抖着，这是冻伤了神经。唐儿啊，你去吧，你要是也打不动的话，就得进关了。唐山点了点头，这年头的老百姓，打架斗殴断胳膊断腿都不带报警的。不到万不得已，没人乐意进关，关自有2张口呢。唐山和杜立秋在秦爷家吃吃喝喝，然后挤在一铺炕上凑合了一宿。第二天一早，秦奶早早的就把狗喂了个6成饱。猎狗出猎不能吃饱，吃饱了容易炸胃，而且还犯懒。唐山准备出发，秦大棒却递给他2个铁蹄铁钉做的，还带着2米长细铁链的项圈。我秦奶岁数也大了，能受得了这个吗？你搁那嘀咕啥呢？赶紧给狗带上，狗狼的时候多条命呢。唐山赶紧把项圈给2条狗带上，脖子上顿时多了一溜铁钉做的铁刺。这要是一口咬上去，嘴还不给扎穿了。2个男人骑着28杠，驮着2条狗，准备进山猎狼群。怎料刚进大泥沟，却被人一番数落：乳臭未干的毛小子都找来，我看是村里有钱没地方花了，都走，我自己就能把那些狼全打下来。就在这时，村后头又过来几个人，为首的正是镇上的混子五谷良，身边还跟着那俩喝得摇摇晃晃的鄂伦春活爹。五谷良被胡庆春、陈旺联手敲打了一番，现在见了唐山像见了爹似的，赶紧迎了上去。啥时候来的？昨天就到了，领着这俩活爹进山看了一圈。五谷良说着，脸都苦得快要冒胆汗了。我特么好酒好菜的供着，结果人家进去就看了一眼，脑袋一补愣一个不说话，死活不肯出手。鄂伦春人崇拜的是熊吧？不过就算是熊，他们也照打，顶多在吃肉的时候说熊睡着了。我哪知道啊，说的提了嘟噜的咱也听不懂啊。看他们那意思，好像这狼不咋着了，不能打，打了有灾祸。唐山翻了个白眼，啥狼啊，还灾祸？真要那么牛，也用不着大雪天进村叼孩子了。说着，一行人到了生产队落脚的地方。好家伙，几条封村的狼还引来不少人。唐山还看到有人背着5、6重，一帮人3呼6哨的吹着牛。唐山也听明白了，感情这狼还不是白打的，村里给悬赏，镇上又给补贴，一只狼50块。怪不得这些不务正业的混子、盲流子拎把刀就赶来猎狼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！那可是狼，还是狼群。一群人在生产队凑合了一宿。天蒙蒙亮，唐山就起来了，领着狗准备进山找狼去。汤儿，兄弟，等我一会。五谷良从身后追了上来，唐山的眉头一皱。汤儿，那俩活爹我是指望不上啊，跟你们混一混呗。咋地？空2爪子当个跟屁虫就想分钱啊？我啥也不要，就图个好听。回头喝酒吹牛逼的时候，咱也是猎过狼，简明倒选的英雄不是？五谷良这人还算讲义气。
路子也比较野。唐山的宗旨是不惯着，但是能不得罪就不得罪。其实唐山主要还是看中了五谷梁挂在胸口处那老大的望远镜，一看就是毛子货，纯纯的军品。见唐山点头同意，五谷梁当即就送上了好处。我搞了一个缝纫机的票，但是我媳妇也不会做衣裳啊，兄弟你要不？唐山眼睛当时就亮了，这玩意儿跟手表、自行车一样，属于紧俏的工业品，有钱你也买不着，还是要凭票的。五谷梁从里怀兜里拿出一张缝纫机票，塞到唐山手上，得到县轻工商场提货，这玩意死沉的，不太好弄。大兄弟，你这讲究啊！汤儿，昨天扯犊子的时候，我听人说那群狼在南边的山根底下，你咋往村后头走呢？打猎这事儿还是别听那些二五子的，不管是啥也牲口，在这种大雪天里，能过夜做窝的地方，必定是被风挡雪的地方。南山跟那边草甸子连着山，连野猪都不缺，何况是狼呢？哦，汤儿一看就是懂行的，牛逼啊！要不说五谷梁混得好呢，就这情绪价值给的，一般人早就哄得找不着北了。3个人2条狗在村后头绕了好大一圈，一直到天傍黑了。大清突然停下了脚步，唐山看着地上几串脚印，伸手摸了摸，新鲜的。再抬头，不远处有个窝蜂的山岗子。那群狼要是没在那地方，老子敢把枪吃了。随后唐山向五谷梁温和的一笑：“五哥，望远镜给用用呗。”五谷梁顿时一阵心疼，妈的，这望远镜怕是保不住了。隔着2里地，唐山望远镜一架，把那片雪窝子附近看得清清楚楚。狼是不可能在雪窝子里住下的，倒是雪窝子旁边一棵倒伏的大树引起了唐山的注意，那里被狼掏了个洞出来，树干上还有新鲜的霜花。唐山绕到了下风口处，然后慢慢的一直凑到了那洞口50米左右的地方，就不敢再靠近了。唐山把枪上了膛架在身前，望远镜也卡在身前，一直盯着狼洞，一直盯到快眼擦黑了。树洞那里有了动静，一个青白色的狼头从洞里探了出来，警惕地看着四周。然而唐山却不敢乱开枪，如果第一枪不把头狼打了，今天就算白来了。天色越来越暗，唐山心里有些着急，要是再过10分钟不开枪，今天怕是没机会了。终于第3条颜色灰里透白，体格也更大一些的狼，刚刚钻出来的2条狼明显以他马首是瞻。唐山稳稳地举着步枪，瞄着狼头，心里却更急了。这头狼一直用鼻子对着唐山，着弹面积太小不说，就算能打到脑门，一枪过去打个对穿，最值钱的皮子可就废了。唐山必须等他转身侧对自己的时候，打眼睛对穿是不敢想的，脑袋和脖子还可以试一试。终于，那条头狼转身，张嘴发出低沉的叫声，像是命令洞里的狼全都出来。就在这时，唐山果断地扣动扳机，一声清脆的枪响，那条头狼的脑袋一甩，脖子被打了个对穿，当场猎杀。唐山赶紧重新拉栓上弹，眼睛却一直盯着洞口处。然而一条毛色明显发白，体格更大一圈的狼嗖的一下窜了出来，发出呜的一声低吼，带着剩下的4条狼斜刺里窜了出去。操，还有替身暗度陈仓啊，跟我玩兵法。唐山大惊，瞄着头狼就是一枪，这一枪没打着头狼，倒是把一条紧随其侧的护卫打了个跟头。杜立秋这时也撒开了胡子和大青，2条狗弓着身子，嗖嗖的顶着血就窜了出去，从侧方狠狠地撞向剩下的4条狼。杜立秋也像一头公牛似的，闷着头顶着血，呼哧呼哧的跟着2条狗向狼群中冲去。胡子和大青一个前跃，从侧方撞进了狼群当中，撕咬起来，顿时一阵狼嚎声响起。男人举枪瞄着100米之外的头狼，果断扣动扳机，而这一枪却被头狼身边的护卫一个侧冲，硬生生挡了下来。2条脖子上带着铁钉项圈的猎狗，直冲冲的从侧方撞进狼群，撕咬起来。野生口这玩意儿都乐意咬脖子，被铁钉武装的2条猎狗，对于狼群来说，无异于赤手空拳面对钢铁侠，这没法斗啊！主要这玩意儿它扎嘴，2条猎狗拖住4条狼，斗得4下翻滚。唐山举枪准备开枪时，却见杜立秋嗷嗷的嘶吼着，直接加入了狼狗大战。唐山一哆嗦，枪口一抬，砰的一声，冲天放了一枪。我操，还好我反应快，要不这一枪就特么给杜立秋这大虎逼爆头了。杜立秋直接撞上了那匹皮毛鲜亮的头狼，头狼一口咬着大青的后腿把他甩开，紧跟着身前黑影一闪，杜立秋直接将他扑翻在地。头狼身子一拳一正，一口咬到了杜立秋的屁股蛋子上。杜立秋发出嗷的一声惨叫，回手一把抓住头狼的狼腿，硬生生的把他从身上撕了下来，怒吼着将60多斤的头狼抡了起来，轰的一声摔到了雪地里，然后再抡起来，再摔。杜立秋轮摔头狼的样子，让唐山恍惚间好像看到了绿巨人咣咣的抡砸洛基和索尔，简直一模一样。杜立秋将活生生被摔死的头狼丢在唐山身前后，又大吼着冲向另一匹跟胡子咬在一块的狼。哎呦我操，哎呦我操，汤儿，你咋还有心思玩手机？你快开枪啊！急啥？让立秋独占狼群先，我先刷会儿视频。你啥时候换新 iPhone 了？那多贵啊！现在上转转买2手才划算。我这苹果14支花了2800，比新款便宜2000。最近又在他家买了个笔记本，性价比也挺高的，大屏幕看剧可爽了。真挺便宜的，靠谱吗？放心吧，我研究过了，转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，都经过多轮检测，跟新机一样支持1年保修。总之，买2手上转转就对了。
就在五谷良大叫的时候，一匹狼以恶狠狠地向杜立秋的裤裆掏去。杜立秋身子一沉，胳膊一挡，这匹狼死死地咬住了他的胳膊，然后就被杜立秋抡了起来，抓着肚皮重重地摔在地上。唐山哪里敢开枪啊？一片乱战，开枪打到人和狗的可能性比打到狼更大。这时杜立秋已经把咬着胳膊的这匹狼摔得只剩下最后一口气，但是这狼也真特么狠，死死地咬着杜立秋的胳膊就是不松口。杜立秋就这么拖着胳膊上的狼，把大青连同另外一匹狼一起扑翻在地，抱在怀里。大青脖子有铁钉，这玩意儿一样扎他。卧槽，好痛！杜立秋惨叫一声后，胳膊一松放开了大青，然后勒住了这匹狼的胳膊。4匹狼只剩最后一匹兽狼，胡子和大青将其扑翻在地上，大青锁喉，胡子掏裆，兽狼蜷着身子没了气息。杜立秋喘着粗气，将勒死的狼扔到了地上。唐山赶紧扒了他的衣服，先看了看胳膊，胳膊被咬出一排通红的牙印来，看着没事，过后铁定会肿起来，然后再去扒杜立秋的裤子。唐儿，你扒我裤子干啥？我给你说我家三丫。你给我闭嘴！唐山拽下杜立秋的裤子。古代有种盔甲叫棉甲，杜立秋这一身穿了好几年的棉袄棉裤，棉花套子都压实撑了，绝对跟棉甲有的一拼。狼牙咬不穿，但咬合的力道还是让他受了皮外伤。见杜立秋没什么事，唐山也松了口气。你个大虎逼，有枪不用你特么肉搏！你个大虎逼，有枪不用你特么肉搏！你个大虎！哎呦我操！唐儿说我虎逼，我肯定是虎逼。你又是哪冒出来的虎逼，敢说我虎逼？服了，真他妈服了！哪怕五谷梁是镇上出了名的混子，看到杜立秋只身闯狼群，嘎嘎一通乱杀，打心眼里服服的，觉得自己挨踹就是活该。这回天也擦黑，五谷梁很有眼力见的找来枯木干柴拢了一堆火，一个狼群6匹狼全军覆没，一起搬到了火堆旁边，从嘴开始扒皮，扒出囫囵个的圆筒子来。杜立秋一枪孤勇，摔死的3匹狼全是囫囵个的，皮子一点都没伤着，枪打了俩，被狗咬死一个，皮子乱糟就没法要了，包下来也不值几个钱，只能做皮帽子。仨人围着火堆吃着刷了咸菜汤的狼肉。哎呦，这要是带点酒，我去，没个治了。夜宿山里的时候还想喝酒，不要命了？汤儿，商量个事儿呗。你商量个毛！来的时候你说了，你就看看，啥也不要的。你看这话说的，我不还出个望远镜吗？五谷梁说着，眼巴巴的看着还挂在唐山脖子上的望远镜。唐山稀罕巴叉的抓着望远镜摘下来，要还给五谷梁。你看，你看，这是干哈呢？我寻思着吧，那仨破头刺烂的狼，你俩要了也没啥用，给我呗，我拽回去吹牛逼。唐山一听，顿时眼睛就亮了。撒破狼换个军品望远镜，值了呀！然而杜立秋却愤怒起身：“你妹的，拉出来的时还能往回坐，老子喂狗也不给你！”大虎逼，你给我住手！杜立秋大怒，捏着拳头上来就要开干。五谷梁赶紧大叫道：“我那有双丝袜，送你了！”唐山一听，眉头都跳了一下。丝袜这东西，后世司空见惯，可现在绝对紧俏中的紧俏，一般也没人敢穿。哥，丝袜是啥袜？一双袜子就换仨狼，值了！丝袜贼好，三丫腿长，穿了肯定好看。好看有啥用？三丫挺乐意的，你也不去。一听这话，五谷梁的眼珠都瞪大了，看看杜立秋，再看看唐山，要不咋说人家进山齐心合力呢？这是真不见外啊！就在这时，杜立秋突然一把揪住了五谷梁，恶狠狠地说：“你当我真的虎吗？一双破袜子换仨狼，就你精明是吧？那你想咋着？2双，唐儿给秀儿送1双，说不定秀儿一开心，嘿嘿，唐儿也不用憋着了。”杜立秋这话让唐山白眼都快翻天上去了。隔天一早，仨人2条狗，3个囫囵个的狼皮筒子，3条狼是进入大泥沟的时候，绝对是轰动效应。唐山还没反应过来，那头狼王的皮筒子就被抢走了。唐山刚瞪眼睛，一把5、6瓣就塞到了他的怀里。一身酒气的鄂伦春猎人呜里哇啦的说着唐山听不懂的话，比划的手势。唐山也明白过来了，这是想用枪换自己的狼皮筒子。唐山一脸的哭笑不得，要是换个人，他铁定同意。可是这鄂伦春的猎人，这枪也敢要，怕不是嫌活的命太长了。唐山拒绝，对方坚持，杜立秋都要打人了，却被唐山踹开。江湖传说，人家杀人不犯法的，你打人家一拳试试看。幸好这时五谷梁跑了过来，2瓶子北大仓向鄂伦春猎人的怀里一塞，顿时眉开眼笑，光顾着喝酒了，把枪换狼皮的事儿立马就给忘了。唐山赶紧开溜，至于大泥沟的悬赏，交给五谷梁去搞定了，在家歇了2天养养狗，多喝点姜汤肉汤养养身子，这才带着狼皮筒子到了镇上。黄胖子看到这仨狼皮筒子的时候，眼珠子都放光了，然后翻着毛，一脸惋惜地说：“这地方掉毛了，这地方有破损，哎呀，这都不算个事儿，谁叫咱是兄弟呢？320。”